正值夏季，长平村废弃的瓦窑口外。呸！贱人就是矫情。娘，你醒醒，你别死！娘，我不要你死！娘！小孩的哭声充斥着耳朵，苏洛感觉到身上被人左右摇晃着，心想：我都死了还不得安生吗？装什么死？看了场老太爷下地狱就学会躺尸了，给老娘起来！骨头断裂的声音从身上传来，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就看身旁站着个膘肥体圆的妇人。见自己睁开了眼睛，两个瘦弱的小孩立马过来扶住苏洛，一男一女，大概4、5岁的样子。女孩子哭得稀里哗啦，往苏洛身上钻。娘，你流血了，我害怕。你们若是敢动我娘，就先杀了我！哈哈，就你还想保护你娘？今日你们3个谁也救不了谁，你们还不动手？等把这3个废物卖了，我们家大志欠你们的赌债就算两清了。苏洛坐在满是泥土的地上，把面前的小男孩拉到身后，眼神冰冷地看着向他们走来的2个男人。不想死的话就滚。2个男人被苏洛嗜血的眼神吓得咯噔一下，可再想想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傻子和2个小孩，他们有什么好怕的？苏洛左手抓起地上的泥灰，等2人靠近一撒，找死！你他娘的臭婊子，老子杀了你！得到空隙的瞬间，右手利落地捡起柴垛旁的砍刀。黄麻子和2狗子捂住眼睛，黄麻子火气大盛。苏洛把2个孩子往身后推了推，砍柴刀手起刀落，丝毫不含糊。黄麻子被2狗子往后拉了一把，才没有丧命于苏洛的刀下。大哥，你受伤了？你们2个干什么？还不快抓了这3个废物！狗日的，老子警告你，明天你要是拿不出20两来，我就砍了陈大志的左手，后天再拿不出银子，就砍了他的右手，然后是双脚，你自己看着办。麻子，看在我们是同村的份上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我们今天只要把这3个废物卖了，就有银子了。你可千万不能伤害我家大志啊！你没看到那傻子手里拿着刀吗？他是傻子，杀人无所畏惧。老子只要银子，卖人的事儿老子不管。记住了，明天给老子拿20两来赎人，否则后果你知道的。2狗，我们走。别走，我来把这3个废物绑给你们。罗梅捡了一根扁担，肥硕的身体朝苏洛和2个孩子扑来。住手！谁敢动手，就滚出长平村！娘，是奶奶把村长找来了，我们有救了。黄麻子见村长带着人过来，招呼2狗子，2人先溜。赵如云跑到苏洛身后，把2个孩子抱进怀里查看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川川、欢欢，你们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奶奶，我们没事，娘受伤了，流了好多血。赵如云这才看向苏洛，她这个儿媳妇儿虽说脑子不好，但这几年她对自己的孩子是真心疼惜的。川川，去奶奶的床头拿块布过来，先帮你娘包扎止血。好。小男孩立马跑进瓦窑里面去。村长过来，一把抢过罗梅手里的扁担，怒吼道：大志家的，你做什么？想要杀人吗？村长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我家大志现在有难了，我来拿回自己的钱才有什么错？那个傻子当初花了7两银子买来的，老三家只出了2两，我家出了5两，现在他生的那2个孽种
也是我们花钱才有的。今日我要把他们都卖掉，救我家大志。罗梅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当初你们为什么要替怀旭买个媳妇儿回来？这么快就忘了？苏洛冷静下来，才慢慢的理清这股陌生又模糊的记忆。原身是被养母捡来养的，才过半年养母就死了，后又被哥哥卖给陈家传宗接代。那年朝廷征兵，每家最少都要出一名男丁。还没分家的陈家有3兄弟，老大陈大志要照顾父母，肯定是不能去的。老二劳累过度病死了，老三是家里的小儿子，父母疼爱也是不能去送死的。所以老人就把主意打到孙子这辈，符合年龄的只有2个，都在学堂里读书，大孙子陈梦清，二孙子陈怀旭。罗梅和陈大志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儿子去征兵？反正老二都死了，就让他的儿子去。几人背着赵如云商量，给陈怀旭买个媳妇儿回来传宗接代，他就可以去赴死了。罗梅看着村长，村民的指点他都听习惯了。村长，我们陈家的家事不需要你管，当初是花了我的钱买的地，他一个傻子生出来的孽种，谁知道是不是我们陈家的？留他还有什么用？卖了他，把钱还我。放屁！苏洛既然嫁给了怀旭，就是长平村的人，是村里的人，我就要管。大嫂，我尊重你，叫你一声大嫂，但你不能侮辱苏洛。他是不聪明，但也是他辛辛苦苦为怀旭生下了孩子，他现在是我养着，我不允许你损坏他的名声。苏洛没想到有一天他也会被人护着，大的小的都围在他身边。他缓缓地站了起来。敢欺负我的人很好。手里提着砍柴刀，步伐缓慢，但气场如死神一般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举刀一砍，村长拉过他的手，那刀只差几毫米就砍到罗梅身上了。赵氏，你家苏洛莫不是又发病了？罗梅吓得惊魂未定，苏洛的刀还直直地指着他。我可是个傻子，我可是会杀人的，还不快滚！罗梅双腿一软，连滚带爬地跑出围栏。谢谢村长，这些年要不是有你主持公道，我们一家早就活不下去了。大家一个村的，能帮点就帮点。你家苏洛又发疯病了，快带他回去休息吧，好好看着他，等他平静了再让他出来。也难怪村长会这么说，原主平时也没什么，只有在受刺激的时候会发疯。娘，欢欢喂你喝水。你叫欢欢？娘，你怎么又不记得欢欢了？我叫陈奕欢，哥哥叫陈彦川，奶奶说这是爹爹给我们取的名字。欢欢，别打扰你娘，让她休息一会儿，咱们出去吧。苏洛摸了摸头上的伤口，原主被罗梅一棍子打下去就结束了生命，才让他捡了这个身躯，从空间拿出一颗止痛药吃下去，他就睡着了。这一觉睡到了天黑。娘，你终于醒了，奶奶说要等你醒了才能吃饭。晚饭是一锅粥，不，应该说是一锅菜，这就是4个人的晚饭。苏洛有些难以下口。家里还有什么食物？还有多少？赵如云看向苏洛，奇怪，自己这个儿媳妇儿从来不会关心家里有没有吃的，怎么现在突然就关心了？家里还有半筐野菜，是我今天挖的。今天的碎米是奶奶去给人挑水换的，已经没了。我知道了，我明天会想办法让你们都吃饱的。洛洛，你说话清晰如流，有想法，有担忧，莫非？我好了，脑袋上被打了一棍，
恢复正常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这次你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洛洛，那你现在能想起以前的事吗？这事儿他总要编个理由的，还要方便他以后办事儿不会被人起疑的理由。我记得我从小是跟着师父在山里修行的，学习万物。16岁那年因为采药跌落悬崖，脑袋也摔坏了。我也记得自己来到了陈家，生了川川和欢欢，其他的就有些记忆模糊了。洛洛，你可记得你师父在哪座山上？你来我们家，我们该去看看他老人家的。怀旭走了6年，战场刀剑无眼，他一封家书都没有寄回来过，怕是早已去了。赵如云觉得亏欠苏洛太多，才16岁就来他家守寡，17岁还给他们家留了2个孩子，只要能补偿苏洛点什么，他都愿意去做的。我师父原由不定，只要出了山的弟子就都回不去了，也找不到师父了。唉，可惜了。赵如云叹息：娘，你变好了吗？我还想着照顾你一辈子呢。谢谢欢欢，以后让娘来照顾你。第2日，天还没亮，苏洛就出门了。他背起背篓，还拿挖野菜的小锄头，就上山去了。进山后，苏洛远远的就看到了好几株眼熟的叶子，叶细长，2指宽，是土茯苓的叶子。在长平村没人认识草药，这几株年份应该挺大的，挖了1个时辰，挖出5株，大概有17、18斤左右，放进背篓，用树叶在上面盖起来。趁现在还早，赶紧拿去县里面卖了。走到半路的时候，听到路上有车轱辘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是长平村的李大叔正坐在牛车上。燕川娘，怎么是你啊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去永乐县卖东西。我顺路，要不要带他去？万一他又发病了怎么办？李大叔，你也要去县里吗？那你能否带我一程？我的疯病已经好了，不然我婆婆也不会让我去卖东西的。你上来吧，不过我带你去就必须带你回来，不然我无法和你婆婆交代。李大叔，你去县里是做什么？去济安堂抓点药。苏洛想起赵如云跟他说过一嘴这个李大叔，40岁了，李婶儿也才30多，2人成家20年也没生下一儿半女，李大叔急得经常去找药给李婶儿吃。在这个时代，20年了也没有休妻，李大叔算得上是个好男人了。苏洛默默记在心里，看自己以后能不能帮到他们。李大叔，等我卖了东西再拿钱给你交车费。不用，你们家什么情况叔心里都知道，这次顺路带你而已，不收钱。到了县里，苏洛没有和李大叔一起，只是2人约定一会儿在那里等他。苏洛一路打听才找到济安堂。他穿的衣服是赵如云捡别人不要的，黑得不成样子，和乞丐更像些。苏洛走进济安堂，左右看了看，见苏洛穿成这样，也没有赶他出去，让他对这个济安堂印象不错。哪里不舒服啊？你好，这里收药材吗？这个瘦弱的女子也识得药材吗？可不要像那些村民一样拿野草来碰运气。这种事情在我店里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。要不是县里来了一位大人物压着，他们真的不想理会那些村民。是好药材就收，其他的不收。苏洛把背篓卸下来，收了上面的树叶，露出如手臂一样粗的土茯苓道：品相完好，年份也大，是上品的土茯苓。品相是不错，这位娘子，这土茯苓你打算怎么卖？杜大夫。掌柜的叫了一声。苏洛看向掌柜对这个大夫打扮的人的态度，想来这个人才是济安堂真正的东家吧。杜大夫一身正气，只要价格合理我都卖。这土茯苓是刚挖的，我收这些还得洗、切片、切块、烘干，还要费不少的功夫，所以
我只能给你300文1斤，姑娘看如何？好，我卖。杜大夫当即让掌柜的来给苏洛打秤，一共有18.7斤，300文1斤，那就是有5610文，合成银两是5两0610文。苏洛拿到了银子，那山上我看到有好几株在那儿，到时候都挖来卖钱，就能够让川川去学堂，让欢欢吃饱了。小娘子，今后要是有好的药材，都可以拿来济安堂卖。要是晒干处理过的，就不只是300文了。谢谢杜大夫，我会的。说完，苏洛又背起他的背篓出来。银子有了，就不能让孩子们一直吃野菜。他要去买米，还要买些肉回去，手里还有剩下银子，再去买几件衣服。一通下来，苏洛卖药的钱几乎就花了大半。仔细算算，手里的银钱只剩下713文了。银子太不经花了，家里还要添的东西太多，只能慢慢来了。来到和李大叔约定好的地方，李大叔早就在那里等他了。李大叔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久等了吧？没有，我也刚到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到长平村时，苏洛把5文钱塞给李大叔就跑了，生怕他不要。苏洛大包小包的回瓦窑，路上好多人都看到了他，但别人不以为意，又以为他发疯去捡了什么回来。娘，你回来了。欢欢，哥哥和奶奶呢？哥哥说今天的野菜不够吃，又去挖了。奶奶去给村头的王奶奶挑水，能换3两碎米回来吃。望了一下天空，快中午了。欢欢乖，饿坏了吧？今天娘给你做肉吃。有肉吃？陈一欢惊喜地瞪圆了眼睛，嘴里吸溜个口水往下咽，满眼的开心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今日挖了这么多的荠菜啊。川川，你以后不要再去挖野菜了，娘不会让你们和奶奶饿着的。等娘赚了钱就送你去永乐县去上学堂，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。陈彦川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傻娘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，看来娘的疯病真的好了。娘，我好啦，娘知道你想帮着奶奶照顾妹妹和我，你受委屈了。对了，今日娘去县里给你们带了好吃的，拿去和妹妹一起吃吧，但不能多吃啊，不然一会儿就吃不下饭的。打开一看，居然是绿豆糕。这种糕点可是金贵的东西，以前他们只看到村长家的孙子李洪才吃过。苏洛把今天买的米倒进米缸里，用煮饭的大铁锅把几人的饭先煮上。苏洛用大碗盛了起来，放到饭桌上。娘，真的有肉啊！真的，糕点你们一人再吃一块，不能再吃了啊。我们知道了，娘。我的娘亲终于不傻了，做饭也这么香，我喜欢现在的娘亲。娘，我去叫奶奶回家吃饭。去吧，快去快回。欢欢，去洗手准备吃饭。哦，哥哥奶奶，你们回来了。回来了就洗手吃饭吧。赵如云看到苏洛从锅里盛出白花花的大米饭，吓了一跳。洛洛，这上好的白米饭，还有这猪肉，你是怎么弄来的？是不是你去？放心吧，这个是我自己赚钱买的。先吃饭，吃完我再慢慢跟你说。几人吃完了饭，苏洛把他卖草药的事情告诉赵如云，还有给他们买的衣服也都拿给他们。洛洛，这些真的都是你买的？苏洛点头。洛洛，你们母子3人买新衣服就好了，我还有衣服穿呢。给你买你就穿着吧，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去村长家，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多年，总是要去谢谢人家的。对了，今日卖药材一共是赚了5两多一点，买这些东西之后，又给了李大叔5文钱的车费，还剩下708文。
有了这些钱，我们就能撑到秋收了。婆婆，以后我挣的银子都给你拿着，我们一直住在这个瓦窑里也不行的，最好是今年冬季前我们能够盖上房子。燕川也到了启蒙的年纪，还要送他去学堂的。他们一家都换上了新衣服，苏洛拿起买好的另一包绿豆糕和2斤猪肉去村长家。赵氏，你们一家这是？陈婶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这个糕点给小红才吃。我这次来也是要感谢村长的，还有事情要请村长帮忙。你们2个小鬼去后院找洪才一起玩去吧。进了院子里，老李、赵氏他们来了。这是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赵如云赶紧解释，说了好一通感谢村长这些年对他们帮助的话。村长，这次来找你主要是想问，我们在村里没有地基，如果是想要盖房子的话，需要怎么做呢？你们现在住在山脚的瓦窑里，如果进到村里来盖房，只能和别人买一块地基，然后我再去县衙里给你们申请文书即可。可这最主要的还是要有银子呀。银子不是问题，知道了这些，让苏洛心里有个底了，银子他会慢慢挣的。回去之后，陈燕看着几人消失的背影。老李，赵氏刚才说他儿媳妇变好了，现在看看，真的犹如脱胎换骨啊。气宇不凡，赵氏的好日子估计要来了。几家欢喜几家愁，罗梅一家就没有那么好过了。这个不能砸呀，这个也不能动，求你们了，再宽限2天，就2天，我一定能拿到银子还你们。黄麻子一脚踢在罗梅身上。肥婆，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钱，陈大志就别想活着回来。对了，你家不是没银子吗？我记得你还有个女儿，叫什么来着？好像叫陈喜鹊吧。陈妹妹今年17，不如卖到红楼里，银子不就有了？不要动喜鹊！陈喜鹊躲在房间里，看到这一幕，又是害怕又是气愤。苏洛那个贱人，明明是我家花钱买来的，现在还敢违抗我娘。苏洛会拿刀杀人，那2个小的可不会。二狗子，去屋里把陈妹妹找出来。是，大哥。站住！我给你们银子。黄麻子抬手示意二狗停下。罗梅颤颤巍巍地说道：我虽然没有现银，但我家有个值钱的东西，我就给你们拿。进屋翻了一会儿，罗梅拿出一套头面首饰来。麻子，这个卖了能有10几两银子，我明儿再卖掉家里的1亩田，你就放了我家大志吧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，浪费大伙的时间。陈喜鹊看到黄麻子拿走他的头面，一下子就坐不住了。黄麻子，把我的头面还给我！哎呀，陈妹妹长得越来越好看了啊！滚！陈喜鹊恶狠狠地低头，一口咬在黄麻子手上，鲜血直流。臭婊子！还敢咬老子！告诉你们，这头面只够利息，明天把20两交上来，否则陈大志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娘，那是我的嫁妆。喜鹊，你的嫁妆，娘一定会给你再买新的。幸好黄麻子不知道你哥哥在县里做工的店铺，不然还要去闹你哥哥就坏了。下午，罗梅跑到县里卖了2亩田，才换得20两银子救陈大志。黄麻子走在长平村的大路上，听说了吗？燕川他娘的疯病好像好了，今早还和李牛一起去了县里，好像是卖了什么东西，赚了不少银子呢。难怪哦，中午时我看到他手里拿着2个大包袱，背篓里也是满的，想来是赚到银子了。大哥，他们说的是昨天伤你的那个疯女人吗？她发财了？哼，
他居然能去县里卖东西了，县里可是老子的地盘，等下次他再去，你们给老子盯紧了，老子必报一刀之仇。婆婆，我们家有种菜的旱地吗？那边山脚那里那块旱地就是我们家的。婆婆，这个是我在县里遇到一位境外商人卖的种子，我以前在师傅身边的时候见过这种。这个呢叫做茄子，是能够吃的蔬菜，我们今年也种。那块旱地你留出一点地方给我，我来种。翌日，苏洛天还未亮就起床了，早早地背起背篓上山。今日可没有牛车带他去县里，他还要早去早回呢。挖了大概有30斤左右，到济安堂，掌柜一眼就看到了苏洛。哟，这位娘子是你啊？今日又挖到什么好药材了？这是土茯苓，杜大夫又麻烦你了。不是，反正你不拿来卖，我们也是要去商会买的。老夫此举也算与你互相得利了。谢谢。掌柜的称好。这次的土茯苓有32斤，一共得9两0600文钱。如此下去，盖房子和送燕川去读书应该不会太久。从济安堂出来后，苏洛才想起早上还没有吃早餐就上了山，此时肚子也叫了起来。手里有着银钱，先找个地方吃碗面再回去。苏洛安静地吃着面条，没想到身后被一双眼睛给盯上了。二狗子看到苏洛，冷笑一声，转身去叫黄麻子。苏洛吃完面条，本想着再去买2匹布回去给赵如云做新衣服的，可隐约感到身后有人跟踪他，回头看又没有人。苏洛不屑嘲讽，把永乐县3条街都走了一遍，还甩不掉身后的人，想来今天是把主意打定到他身上了。既然甩不掉，那他就找个没人的地方，给他们机会下手。苏洛不知道，在他身后的福满楼3楼里，有2个人如看戏一般的看着他和他身后的2人。阿旭，在永乐县快待了1年了，着实无趣啊。你说本公子要不要下去英雄救美玩玩？公子想去便去，可千万别忘了国师的话，我们来永乐县是找人的。阿旭，国师说今年会有福星降临在永乐县，那福星能救国救民，甚至能造福整个南宁国。可你看这么久了，这里什么变化都没有，想来国师也有算错的时候。公子，国师都这么说了，那福星一定是在这2年刚出生的小孩里。如果我们找不到，还要在永乐县待上1年或2年，公子看开些吧。南宫清烦躁地起身。公子，你去哪儿啊？英雄救美。苏洛从一个暗巷里走进去，直到走进一个死胡同。出来吧。苏洛是吧？听说你这2天赚了不少银子，敢拿刀砍我大哥，这医药费你今天不赔就别想活着回去。你们想要多少？看来你比罗梅那蠢物聪明多了。老子今天心情好，你赔老子50两，要不然要不然怎么样？要不然老子弄死你，再把你卖到红楼去。要银子没有，不过我奉劝你们，趁我还没出手就赶紧滚。哟，瘦的只剩皮包骨了，口气倒是不小。臭婊子，今日你要是不赔给老子50两，老子就卖了你，还有你家那2个小的。对了，你家还有个老的，那个已经不值钱了，到时候就让他天天给老子倒夜壶也不错。找死！二狗子一棍朝苏洛挥来，苏洛微微侧身躲了过去，又连挥几下，苏洛硬是分毫未伤。废物！黄麻子见二狗子收拾不了苏洛，恼怒至极，棍子一头被他拖在地上划走，惹得泥灰四起。既然二狗正面打不到苏洛，那他就从后面偷袭。躲在暗处的阿旭见此，正欲出手救苏洛，却被南宫清拉住。
阿旭别急，这些还要看到，一会儿再出手也不迟。想来公子待在永乐县是真的无聊透了，连这种戏码都感兴趣。苏洛感到身后的黄麻子出手，连忙转身退到一边。既然玩够了，那你们也没必要存在了。苏洛手伸进背篓里面，用意念从空间拿出匕首，身子一转到二狗子身后，匕首向他脖子一划，二狗子倒在地上。黄麻子看到这一幕，双腿发软。你杀人，官府会要你偿命的。黄麻子知道他走的这条路危险，跑，这是他脑子给他的指令。向前爬了2步，起身拔腿就跑。苏洛没有追他，只是转头，手里的匕首向前一扔，准确无误地插在黄麻子的后颈，刀尖穿破喉咙，黄麻子当场断了气。苏洛走到黄麻子身后，把匕首拔了出来。苏洛从空间拿出一瓶他前世调配的化尸溶解液，半瓶倒在二狗子身上，半瓶倒在黄麻子的伤口处。化尸溶解液瞬间发生反应，2具尸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，经过氧化，连衣服也变成了一团清水。就算有药师来查看成分，也只会查出有清水的成分。拍了拍手，他该买点东西回家去了。苏洛走后，暗处里南宫清和阿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，居然有如此手段？阿旭，这永乐县开始变得有趣了。公子，想不到平平无奇的永乐县居然也是卧虎藏龙啊。去查一下这个女子，我要知道她的全部过往。是，公子。苏洛走到街上，然后去猪肉铺买了1扇排骨，还有2斤肉。走在路上时，苏洛看到一个卖小狗的商贩，把这2只狗买回去给川川和欢欢养，2个人肯定很开心。小娘子，我这儿只有2条狗，如果你全都要的话，给你便宜一点，200文如何？好。回到瓦窑，赵如云和2个小的都不在，看到灶上的锅里盖着，打开一看，是赵如云给他留的午饭。虽然吃的是野菜，苏洛心里也是暖暖的。吃完了饭，苏洛拿着锄头在瓦窑外刨了一小块地，再把昨天用水泡过的茄子种子撒进去。做完这些，赵如云他们也回来了。娘，这是哪来的小狗啊？好可爱！欢欢，别抱它啊，等晚上我们给它洗澡，杀虫了你再抱它们。娘，这狗是你特意买给我和妹妹的吗？是啊，这2只狗以后就给你们养，它们的名字你们来取好不好？娘，我喜欢这只黄的，我要它。好，那欢欢给小黄取名字，川川给小黑取名字。娘，小黑就叫石头吧。石头好，坚硬，是个不错的名字。娘，小黄的毛都长得不一样，花花的，就叫它花花。好，你们2个可以把狗拉出去玩，但是要记住啊，一定要牵好狗绳，不能让它跑了，或者是咬到其他的小朋友。燕川和易欢听了兴奋不已，迫不及待地想去和村里面的小孩分享小狗。洛洛，你这么惯着他们，都要把他们惯坏了。他们正是爱玩的年纪，就让他们多玩一些，有我在，他们不会变坏的。婆婆，这个是今天剩下的银子，你拿着。洛洛，你现在正常了，我想跟你说你的身世。虽说你是陈家买来的，但是并没有卖身契，你那个哥哥也不识字，来到我们家和正常嫁娶一样，只是委屈你了，什么礼数都没有，你受苦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不过这些都是陈家欠原主的。婆婆，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不提了。洛洛，这银子是你赚的，还是你拿着吧。我老了，我相信你能保管好的。好，你要是需要什么就跟我说。苏洛把银子放到他的空间去，世上没有哪个地方能比他的空间更安全了。
看着太阳快落山，苏洛起火把猪油先炼出来。这时篱笆外面突然来了一个人。二嫂，二嫂你在家吗？苏洛，你婆婆在家吗？这个人苏洛认得，是陈家老三陈平安的媳妇儿刘芳芳。是小沈啊，你进来吧，我婆婆在家呢。芳芳，你怎么来了？晚上留在我们家吃晚饭，别走了。不了，笑笑和他爹还在家等我呢。我给笑笑做了一双鞋，谁知做好了，笑笑却穿不了了。孩子长得太快，这鞋拿给欢欢穿吧，她应该能穿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我替易欢谢谢你了。婶婶，我们也不能白拿你的东西，晚上你就留下来吃饭吧，刚好我饭煮多了。苏洛主要不喜欢欠别人人情，在赵如云的强烈邀请下，让刘芳芳去叫陈平安和他女儿一起来他们家吃饭。送走三叔一家，借着月光，苏洛又烧了水给2个小孩洗澡。赵如云给2个小的穿衣服，苏洛还要给2只狗也洗一洗。月光之下，燕川拿了一根树枝在地上比划着。川川在写字，谁教你的？燕川认真练着，顺便把今天匡王铁柱的教他写字的事情告诉苏洛。苏洛听完，感觉这孩子挺机灵的，用字来交换，这也算是值千金了。川川，你以后想学认字，娘可以教啊。娘，你说真的？你识字？这个字读人，铁柱应该告诉你了吧？娘，你真的识字，太好了。川川只要乖乖的，娘就每天教认识2个字。第二天一早，婆婆，我去地里面看秧苗了。娘，今天我跟你一起去田里。苏洛看着儿子，他那小心思全写在脸上了，牵着燕川的手走到。说吧，今天想学哪2个字？娘教什么我就学什么。那今天就学太阳的太吧。来到田里，苏洛原本以为他来的还挺早，没想到田间早就布满了人影。苏洛打完招呼才来看自己家的田，这一看眉头瞬间紧皱起来。秧苗插得太密集了，这样成熟了也结不出多少稻谷的。想要产量高，就必须拔掉多余的秧苗。苏洛把背篓放下，让燕川在田坝上练字，吩咐他道：川川，乖乖在这儿写字，别乱跑，我回头是要检查的。娘，你放心吧。苏洛下田，把秧苗密集的位置都给拔了，留空隙给健康的秧苗生长。拔了1炷香的时间，陈平安站起身时才看到苏洛干了什么，立时吓了一跳。苏洛，你快停下！你把秧苗拔了，你们今年吃什么？快停下，把秧苗插回去。小叔，我这也是为了秧苗更好的生产，让它们能够吸收更多的养分，如此稻谷也能翻倍生长呢。村长听到2人对话，牵着他的孙子李洪才一起过来看。苏洛呀，你这样子弄，今年要少收很多稻谷了。村长，我只想我们家日子越来越好，如果你们想相信我的话，也给秧苗多一些空隙，稻谷只会多不会少。2人见说不动苏洛，只能干看着他拔苗，每拔一颗，2人便心疼一颗。李洪才7岁了，看到燕川拿树枝在地上画来画去的，就想去找他玩，手里还吃着糕点，一口吃进去，朝燕川走来。突然李洪才翻着白眼，倒地抽搐不止。村长爷爷，洪才摔倒了。村长赶紧过去看孙子，扶他起来时，李洪才已经说不出话了。洪才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爷爷呀！怎么办？陈平安看到这儿，也赶紧从他的田里跑下来。苏洛把手里的秧苗丢了，满手泥巴也顾不得洗，冲到田坝上。一看李洪才这样，就知道他是吃什么东西噎在气管里了，立刻给他实施海姆立刻急救。经过几次的冲击，李洪才嘴里的糕点飞了出来。
苏洛把他放下，对村长说道：“村长，他没事了啊，只是被那个糕点堵住了喉咙。”村长看到孙子能哭还能站起来了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刚才多亏了苏洛，不然红才危险呢。谢谢，苏洛，你就是我们李家的救命恩人呐。村长客气了，你帮我们家还要更多，你别这样。村长吓得有心理阴影。现在孙子虽然好了，可怕他以后还会这样，到时找苏洛来不及，岂不是没命了？苏洛，那个，你……村长是想和我学刚才救人的手法吗？为了孙子的性命，村长还是老脸通红的点头了。这是一种急救常识，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，我不会藏着掖着。你们大家要是想学，我现在就可以教你们。不管是大人小孩，被东西堵住喉咙，必须要马上用这个方法急救，不然会有生命危险。苏洛，我要学。燕川娘，我们大家都想学，你教教我们。好。原本来田里干活的人，男女老少都停下手里的活来和苏洛学习了。等人都散了，村长才问苏洛：“苏洛，你这个拔秧苗也是和你师傅学的吗？这样真的会多长出很多稻谷？”对于这个不存在的师傅为借口，苏洛感觉还挺好用的。是啊，这些都是师傅教我的。好，那我们家也拔留些秧苗，让它不那么密集，收更多的稻谷。娘，你带哥哥去田里都不带我，我生气了。欢欢乖，等下次啊，娘也一定带你一起去。妹妹，娘很累了，明明是你自己睡得跟猪一样。娘，哥哥说我是猪，那他就是猪哥哥，也是猪。好了，欢欢，让你娘和哥哥过来吃饭吧，他们都饿了。苏洛现在能干活，能赚银子，也不让赵如云去给别人挑水了。他感觉累了这么多年，这几天终于得到了休息。洛洛，今早我把布匹裁剪下来了，可是家里的绣线只够缝一件衣服，等过2日赶集，你再去县里买些回来。好，我过几日再去。福满楼的3楼里，阿旭向南宫清报备着他这几日查苏洛身份的事情。公子，事情经过就是如此。阿旭，你当真查清楚了？除了知道那个女子叫苏洛，你的这些信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公子真的查完了，那苏洛被苏母捡回来就神志不清，后又被卖到陈家，丈夫从军死了，生下一儿一女，前段时间被他大伯母一棍打在脑袋上，忽然疯病就好了，变正常了。公子，属下还查到，那苏洛拿了2次药材到吉安堂去卖，今早还救了一个濒死的小孩，还把救人之法交给了长平村的人。那种方法属下从未听说过，但他今日又真的救活了人。一手救人，一手杀人于无形，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？公子，那2个被杀的属下也查了，2人是地下赌庄收带的地痞，手上有人命。一个叫黄麻子，是长平村的人，前些日子上门去找苏洛的麻烦，那日估计也是不怀好意，只是没到会被反杀。阿旭，你说这个苏洛找季安堂卖过草药？是的，公子。如此正好，你去把季安堂的杜秀远给我叫回来，我要从他那里问问有没有这个女子别的线索。是公子，属下告退。一炷香后，杜大夫被阿旭骑马带了过来，还以为南宫清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一刻都不敢耽搁。公子，你身体哪里不舒服啊？本公子身子无碍，叫你过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苏洛你认识吗？公子，老夫不认得。真的不认得吗？杜大夫，就是那个去你那里卖了2次土茯苓的那个女子。那个女子老夫记得，她认得些药材，其他的老夫就不知道了。她其他的事你一无所知？
当真不知那女子得罪公子了吗？她下次拿药材过来，老夫还要不要收啊？收，不但要收，还要和她套近乎，能套她什么话就尽量套她的话，不管发现她有什么事，都要一一向我禀报。是，公子。大嫂，这个你不能拿，这是苏洛的衣服。什么叫做你们的？这些东西都是我的。你们欠我银子，就这些东西还远远不够。罗梅在瓦窑外面对付赵如云，陈喜鹊进到瓦窑里翻找，打开米缸，看到白白花花的大米时，当时眼睛一亮。再看油缸，满满的猪油，还吃得起油来了。瞬时立马跑到罗梅身边道：娘，他们家有大米还有猪油，看来是真的赚了不少银子。娘，让他们赔我嫁妆，赔我的头面。罗梅一巴掌打在赵如云的脸上。呸！好你个赵如云，有钱过着好日子，没钱还我是不是？今天不把银子还我，我就把这些东西全搬走。喜鹊，你再去找，他们一定把银子藏在瓦窑里，把每个角落都给我翻，直到把银子翻出来。放心吧娘，我一定会把银子找到的。站住，不准动我们家的东西。赵如云起身去追，罗梅又把他拉了回来，摁在地上。罗梅，你放开我！身子动不了，赵如云只能喊站在篱笆那里的陈大志，一边哭一边骂：陈大志，你们家这样做对得起老二，对得起怀旭吗？别忘了，怀旭是替你和老三去从军的，要不然死的就是你们家孟青了。二弟妹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我也没办法，管不了他们。你们一家良心被狗吃了，简直是猪狗不如，可怜我儿白白送死。那是你儿子自愿去的，我们可没有逼他。是你们和老爷说他不去，就把他爹从祖坟里挖出来，逐出族谱的，不然我儿怎么会去？你们早晚会遭天谴的。苏洛本牵着孩子高高兴兴回家，没想到进门就看到了这一幕，顿时暴怒，双眼猩红，把手上的东西一丢，捡起地上的扁担冲进去。陈大志看到苏洛手里拿着扁担，气势汹汹，立马用身体挡住苏洛的去路。盛怒中的苏洛可不管他，扁担打在陈大志的膝盖上，陈大志顺势跪了下去。苏洛又一扁担连击在他的肩头，陈大志倒在地上，痛得他毫无还手之力。苏洛，你敢打我家男人，我杀了你！赵如云刚才有多狼狈，苏洛心里就有多窝火。每一扁担打下去，都打在罗梅身上最痛的穴位上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！啊，救命啊！苏洛杀人了！陈喜鹊在瓦窑里听到外面声音不对，出来时就看到自己老爹老娘都被苏洛打趴下了。住手！陈喜鹊见苏洛还不停手，捡了一根柴火，也想去打苏洛。石头、花花，去给我咬那个女人！两只狗很听话，跑过去就对陈喜鹊一顿狂吠。别过来，野狗，别过来啊！啊！救命啊！陈喜鹊拿着棍子赶，也赶不走两条狗，直接吓得哭了出来，拔腿就跑出去，也不管他爹娘的死活了。苏洛把心里的气撒出来才停手。罗梅，这顿打是打你这么多年欺凌我们妻儿寡母，你打了我婆婆，我便打你和你家人。哎，老二家的，我劝你们不要反抗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卖身契。洛洛，我不知道有这个卖身契。二弟妹，这么多年我们一家没有把苏洛这张卖身契卖到红楼去，已经给老二面子了。你若是想要这张卖身契，就拿我们家出的5两银子来，不然红楼里的人来抓人，就别怪我了。洛洛，
苏洛明白赵如云的意思，把5两银子紧握在手中道：卖身契拿来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契。苏洛冷眼把银子往地上一扔，夺过陈大志手里的卖身契。见到银子的罗梅瞬间忘记疼痛。罗梅，我警告你，我们2家从此再无关系。我再发现你来我家闹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听说陈梦清在县里当账房先生，1个月能有不少的银钱吧？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儿，活计不保，你也别怪我。你要是敢去闹梦清，我就跟你玩命。哼，我会怕吗？光脚不怕穿鞋的，你可以试试。还不滚？等我拿扁担送你吗？罗梅吓得连滚带爬，拉起陈大志就跑。奶奶，你怎么样了？婆婆，你没事吧？还有没有哪里伤到？我没事，都是些皮外伤。你没事吧？我很好。瓦窑已经被翻乱了，这里如此不安全。此刻苏洛觉得盖房子的事情刻不容缓，他要快些赚钱才行。晚饭后，一家人坐在外面乘凉。洛洛，当初买你的银子，陈大志出了5两，老三家也出了2两。如今这卖身契弄回来了，那老三家还不知道怎么想呢。婆婆，我们家现在只有2两多银子，等些时日吧。等我后日把这个给卖了，应该能够有不少的银子，到时候我们再还钱给小叔一家。灵芝赵如云是认得的，之前有人采去卖过，能卖好多银子。可这种东西只有深山才有，还要靠运气才能遇到。洛洛，你今天进深山了吗？有没有遇到危险和伤到啊？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有分寸的。洛洛，深山危险，之前好多人死在那里面，咱们能不进去就不进去。我知道了。第二日一早，苏洛背起背篓，把灵芝放在里面，带着2个小的一起去县里。娘仨从山脚下过去，燕川走在最后面。他一大早就起来背弟子规了。苏洛和易欢停下等他，转身2人就吓了一跳。一条5步蛇正爬在他头顶的树枝上，而且马上就要掉下来。哥哥快跑，有蛇！燕川也意识到了有危险，第一反应就是跑。5步蛇被燕川的举动惊到，一下就掉了下来，离燕川不到1米距离。苏洛瞬移抱起燕川，那5步蛇还紧追不舍。苏洛一脚踢在他的7寸，也只是将他踢远了些。快跑去妹妹那儿！5步蛇被苏洛一踢，蛇信子吐得更加凶猛地朝苏洛爬来。苏洛捡起地上的树枝，招招打在5步蛇的背上和7寸，直到他快要断气为止。苏洛手指如钳，抓紧他的头部，长长的身子就那样吊在苏洛的手上。哥哥，我怕。妹妹别怕，有娘呢。苏洛拿小布袋装起5步蛇的身体，他手还紧紧地抓着蛇的头部。这活的毒蛇可比死的值钱多了。走吧，有娘在，这事伤不了你们。走到村头的时候，只有3个人在那里等着。来到济安堂，这位娘子，今天又是卖草药吗？苏洛点头。掌柜，快把秤拿过来。苏洛疑惑，怎么感觉今天杜大夫对他的态度特别的积极？今日之药不需要用秤。苏洛把手里还捏着的5步蛇拿给杜大夫看，然后把布袋解开。这！杜大夫吓得退后了一步。有毒蛇！大家放心，我娘不会让毒蛇伤害到大家的。我和哥哥2个小孩子都不怕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杜大夫，这剧毒的蛇，蛇胆和肉参都可入药，然药效奇特，可谓是宝。是个不错的东西。娘子贵姓啊？免贵姓苏，夫家姓陈。果然是姓苏，看来这个苏娘子真的就是南宫清说的那个人了。苏娘子，老夫还是上次那句话，
还没处理过的药材价格会低一些，而且你这个是毒蛇，若请人来刨胆，可是个要命的活儿。所以这条蛇整条蛇给你15两如何？那把蛇胆刨出来卖给你，能给多少银子？活蛇现刨，老夫出20两。苏洛听完，左手从袖口拿出匕首，利落地往五部蛇腹部划去，准确无误地将蛇胆挤出来。杜大夫，能卖20两吗？能。我还有这个，你也一起看看。杜修远翻看一通，又拿到鼻尖闻了闻。品质还行，中等灵芝，水分因为还未晒干，老夫给30两银子，苏娘子可同意？和预期的差不多，苏洛当即就点了头。杜修远让掌柜拿了50两给苏洛。苏娘子，见你识得不少药材，可会医术？久病成医，略懂一些皮毛。苏洛并不知道这是杜修远在套他的话，只是当寻常的问候罢了。川川、欢欢，你们想吃什么？娘给你们买。娘，我不想吃东西，我们还是去给奶奶买绣线回去吧。川川，你呢？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我也不想吃。娘，把给我们买好吃的银子拿回来买米回去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吃碎米了。苏洛觉得有这么懂事的2个孩子，这一定是老天对他的眷顾。逛了一上午，苏洛在一座酒楼面前停下脚步。吸引他的不是酒楼有多豪华，而是酒楼门口贴的告示，上面写着高价没收天下美食方子，要求菜色要新，色香味俱全，缺一不可。再看酒楼的名字，福满楼，是个好名字。川川、欢欢，今天中午娘带你们吃这间永乐县最大的酒楼。进了福满楼，客官里边请，要包间还是在大堂里吃？在这儿吃。好嘞，客官想吃些什么？你们酒楼最好吃的菜是哪几种？客官，我们这儿的菜都是永乐县乃至附近几个县衙州府里吃的最好的。不过你要是第一次来，我倒是可以和你推荐几道。多谢，请。锦鲤入怀，这是我们的招牌。您带着个小孩，适合点河鲜粉蒸肉、龙井虾仁、千丝鸡汤。苏洛就按他说的这几道菜点来吃。想卖菜谱，他就要先看这里的菜色如何，届时他出的菜品也好谈价格。等菜上来时，苏洛才发现名字是名字，菜是菜。娘，这个菜还没有你做的好吃。妹妹不准挑食。确实是不好吃。福满楼的掌柜听到苏洛这样说后，立马满脸的不快。结账时，掌柜对苏洛道：4个菜20两。20两？这么难吃的菜还一道菜5两左右，也不知道来这儿吃饭的人是怎么想的，银子多的没地儿花了吗？你们酒楼门口的招募菜方子告示还算数吗？算呐，你把方子写下来，我们酒楼后厨拿去做，如果是佳品，自然能入我们福满楼的菜单。我把方子写给你们，你们做，做不好的话意思就是让我走，方子留下。哼，这个福满楼是把人都当傻子吗？还写方子给他们，想白嫖别人的方子和明抢有什么不同啊？大胆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把银子付了赶紧滚，福满楼不欢迎你。这就是你们福满楼对客人的态度？吃饭给银子的才是顾客，想吃霸王餐的一贯打死处理。怎么回事？哈哈，原来是阿旭管事啊，这里无事，只是一个想吃霸王餐的妇人，小的们能处理。想吃霸王餐？苏洛，像她这样的人怎么会吃霸王餐？这个女子可是公子想要调查的人呢，这掌柜差点就坏了公子大事。苏洛最不屑的就是这种人，仗势欺人。右手甩20两银子在柜台上，眼神鄙夷。
刚才我还说人家吃霸王餐，现在人家立马就拿出银子来了，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狗眼看人低。掌柜还没拿到苏洛的那一张100两银票，就被阿旭夺了过来，双手还给苏洛。这位娘子，你在小店用餐不愉快，这费用就免了，这银子你收回去。阿旭，你是这里的负责人？不是，我家公子才是这家酒楼东家。该我付的银子我会付，但你们门口那骗人的告示撤了，以免坑害他人。掌柜现在是收苏洛的银票也不是，不收也不是。最后掌柜的找了80两给苏洛，苏洛带着燕川和易欢转身就走。等一下啊，这位娘子，你要是有新鲜的菜方子，我们福满楼愿意高价和你谈笔生意，你应该不会和银子过不去吧？菜方子我有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这个菜必须是我自己做，好不好吃由你们来决定，然后再谈买卖，如何？可以，后厨在这边，请。我相信你，不过请你找个人帮我看一下孩子，我一定会做出让你们满意的菜品。好。阿旭叫店小二带燕川和易欢去2楼的包间里等着。去3楼通知公子，说他要查的那个人现在就在后厨做菜，然后让人把我们店的所有糕点每样带一点，去2楼给那2个小孩，公子有用。是。2楼里，燕川和易欢面前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糕点，五颜六色，百花齐放。怎么样？你们想不想吃这些？你们若是想吃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要回答我的问题。回答对了，你们就能吃一种。怎么样？你们不亏吧？这个酒楼的掌柜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里面的人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我们不吃嗟来之食。小娃娃还读过书啊？无可奉告。这南宫清有点无可奈何。小妹妹，这些你想吃吗？叔叔全给你吃。想吃但不能吃。为何不能吃？可以吃的。娘说过人之初性本善，但你来者不善。叔叔是好人，叔叔只是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娘是怎么疯的，又是怎么好的？我娘没疯，她只是病了。燕川拉了他一下，他才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南宫清见状，问这2个小的是问不出什么了。娘的身上全是谜团，2个崽也是圆滑得很，不愧是母子。后厨有人烧火，苏洛只要把配菜弄好就行。阿旭叫上3个人，把3道菜端到2楼，苏洛和阿旭跟在后面。这都是这位娘子做出来的。这3道菜方子，你打算卖多少银子？我们先不说银子，您先尝尝味道，我们以味道来定价。可这3个菜里，一个锦鲤入怀，他们店里就有了。其他的2个菜怎么看都不是好的部位，特别是那个鸡爪，他长这么大都没吃过鸡爪。公子，你要是无法下口，让属下来帮你尝尝。这么积极，这菜绝对不是一般的味道。南宫清吃了很多的锦鲤入怀了，还是先尝尝卤猪蹄，这个他没尝过。只尝了1口，南宫清就再也停不下来。尝到了这个美味，南宫清就再也不质疑难看的无骨鸡爪了。2位再尝尝这道鱼，此鱼是我对你们酒楼的锦鲤入怀改了一下做法制成，你们也可品评一下。南宫清和阿旭相视一眼，他们对自己酒楼的锦鲤入怀还挺满意的。可听苏洛这样说，2人又尝了一下，没有腥味儿。香料渗入鱼肉，入口细腻，这样的味道才配得上锦鲤入怀这个名字吗？这位苏娘子是吧？请问这道锦鲤入怀你是怎么做的？做法简单，关键是这样的味道，贵店能够出多少银子？确实。那苏娘子打算卖多少银子呢？这个是在你们店的最基础下改良的方子，那我就卖你们30两。那道无骨鸡爪鲜菜是50两，不贵吧？50两还不贵啊？我还没说完呢。这2道菜一起卖给你们80两，但这道卤猪蹄的方子我不要银子，送给你们。
送？南宫清和阿旭一脸的疑惑。这里最美味最值钱的大概就是这个猪蹄了，他居然说这个方子送给他们，这个女人到底是蠢呢还是傻呀？怎么样，这样算来这前面2道菜是不是就不贵了？不贵不贵，一点都不贵。让人拿笔墨过来。苏娘子，菜方子你念，我来写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一个乡野女子也会识字。好了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方子。南宫清一挥手，掌柜的就把银子交给苏洛。看了前面2道菜的做法都没有什么问题，直到看到卤猪蹄时，菜方子写着加入普通的香料外还有一个卤料包。苏娘子，这个卤料包是什么？苏洛轻笑，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卤料包是卤猪蹄必备的香料，缺一不可，放眼整个南宁国也只有我有。你们酒楼做菜该不会还让我等配出配料吧？苏娘子，如果我们酒楼要做这道卤猪蹄，意思就是必须买你这个卤料包了。是的，这道菜方子我送给你们，做不做也由你们。但你们要是想要吃到这道菜，或者是想让这道菜成为酒楼的招牌，那就必须要买我的卤料包，我们可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。苏娘子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南宫清也站了起来，要是和苏洛建起长久的关联，想知道他的底细应该会更容易些。本公子答应你，你每个月能给福满楼多少卤料包？他空间里还有200包左右，如果他和赵如云一起做的话，一天就能做200包。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他还是懂的，1个月100包。2人签订了合约，每包卤料包3两银子，这样一来苏洛就能稳定1个月有300两的进账。南宫清，你们明日派一个人去我家里拿卤料包，长平村随便问一个人都能找得到我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苏洛正要带着易欢和燕川回去时，燕川抬起小小的脑袋望向南宫清道：叔叔刚才说把桌子上的糕点都给我和妹妹，叔叔说话算数吗？当然。谢谢，我和妹妹刚吃了饭，这些我们能打包回去吗？南宫清对阿旭点头。苏娘子，已经下午了，要不让阿旭送你们如何？有劳了，不过我还要再去买一些东西，我们去县门口见吧。出了福满楼，苏洛问燕川：川川，为什么要坑人家的糕点？娘，哥哥没做错，这个糕点是我们应得的。那个叔叔想用糕点骗我们，他一直问我和哥哥娘的事情，我们什么都没说。打听我？苏洛没有往深处想，毕竟自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人，打听一下也正常。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谢谢娘。你们快来看啊，有马车。这是谁家亲戚啊？都能用上马车了。没听说过谁家有这么有钱的亲戚啊！我们村这180年都没来过一辆马车，真是稀奇了。陈喜鹊也驻足在路边，微风吹动车帘，他居然看到了苏洛那个贱人坐在马车里。苏洛，你站住！你这个贱人，你……我如何？注意你的用词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喜鹊，你别闹了，回家看看爹娘如何了。弟妹，喜鹊他不懂事儿，我回去就好好说他。苏洛叫阿旭继续向村尾的瓦窑走去，不再理会陈梦清2个。哥，你在干什么？没看到你妹我被苏洛那个贱人欺负了吗？你也不帮我。陈喜鹊，你够了！这些年你和娘对他们一家做了什么，你们心里不清楚吗？我不管你们，但不代表我不知道。陈梦清，爹娘和我都快被苏洛害死了，你还护着他们，我们家要你有什么用啊？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自己走了。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回来了。奶奶，娘今天带我们去吃了好多好吃的，
还有这个糕点，给你吃。洛洛，这位是？他叫阿旭，是福满楼东家的护卫，今天是他送我们回来的。伯母好。好，快进来，家里简陋，招待不周。阿旭，今天谢谢你啊，这天也不早了，不如留下来吃完晚饭再回去吧。啊，我能在这里吃饭吗？当然能了，反正我今晚也是要请客的，多你一个不多。阿旭笑着点头，反正有吃的就行。苏娘子，我能帮你做些什么？要不你去帮我挑些水回来。没问题。欢欢，你带阿旭叔叔去我们村里的水井挑点水回来。阿旭叔叔，我带你去。川川，你把这个糕点拿去给村长爷爷，然后叫村长爷爷一家来我们这儿吃饭，就说娘有事情要找村长说，请他一定要过来。我知道了，娘。洛洛，我要帮你做点啥？婆婆，你帮我把这些都洗了，再去地里去摘点六月豆就够了。好。有时夕阳微斜，阿旭把水挑了回来，燕川和村长一家也到了。都到了，赶紧吃饭吧。村长，这位是永乐县福满楼里的东家的护卫，你可以叫他阿旭。村长好。客气了，我叫李方正。李村长，你把长平村管理得很好，我看得出来。哪里，就是尽些力罢了。村长是好村长，大家还是先吃饭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婶婶，这都是一些家常菜，你多吃一些。洛洛手艺不错，赵氏你有福了。苏洛，言传跟我说你找我有事儿。村长，我找你呢还是之前的那件事情，我想在村里买块地基建房子，你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？苏洛，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过，村口的王婆子儿子要接他去县里住，听说他儿子想把那个老房子给卖了，这要是真的，你可以考虑买他们家的地基。村口王婆子就是我之前去给他挑水换碎米的王奶奶家里，他儿子在县里做生意赚了银子，一家在县里买房住了，就老太太舍不得老家，非在这里待着，如今老了动不了了，他儿子才要把老人接走。苏洛，他们家边上还有好几个菜园子，你要是把那些都买了，房子也可以建得大些，种菜也近。村长，你知道王奶奶儿子在县城哪个位置做生意吗？我想要去找他谈谈。好，明天我带你一起过去。阿旭吃完了饭就先赶车回去了，送走了村长一家。洛洛，我们真的有银子买地基了吗？婆婆放心吧，我们现在有160多两银子，以后和福满楼合作，每个月呢也都有进账，你放心吧。苏洛把给赵如云买来的银簪拿给他。婆婆，以前是你照顾我们，现在到以后换我来照顾你，这个银簪很适合你。洛洛，我替陈家，替怀旭谢谢你。别说那些了啊，天晚了睡觉吧。苏洛一早就起床去地里割韭菜，他来做个韭菜馅儿的饺子。苏洛吃完早饭，带上一碗饺子就去了村长家。苏洛来了，我们走吧。永乐县王氏布庄大门紧闭。你们是要买布还是要找王大勇啊？奶奶，我们找王大勇有点事情，您知道他去了哪儿了吗？你们是长平村的人吧？王大勇今天不会来店儿了，他媳妇儿昨天夜里临盆，早上听说还没生下来呢，他应该在家里忙着呢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奶奶，那您知道王大勇家在哪儿吗？我们去他家里去等他。哎，东街南巷进去第3个院子就是了。王大勇脾气不好，你们没事情就不要进去了。谢谢奶奶，我们知道了。东街南巷，苏洛和村长一起进去，杜修远也在这里，急得满头大汗。杜大夫，王大勇媳妇还没生吗？没呢，张氏难产，昨夜一直到今早，这会儿怕是大小都难保啊。
苏洛，今日找王大勇谈的事情怕是不成了，要不我们过些时日再来。这时，一个稳婆出来叫住王大勇：“王老爷，张氏怕是不行了，你要不要去见他一面？”孙子，一定要保住我的孙子。杜大夫，你快看看我媳妇儿，她可不能死啊！杜大夫拿起箱子再次进去。杜大夫，我和你一起进去看看。好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进了房间，张氏早已奄奄一息。窦修远给他把了脉后直摇头。苏洛从被子底下去摸张氏的肚子，孩子胎位不正，这样的情况想要顺产是不可能的了，而且羊水还破了，再不救就只剩个母子皆亡的后果。杜大夫，我媳妇儿怎么样了？嘿，怕是不行了。杜大夫，你再想想办法，一定救救我媳妇儿，她不能死，不能死啊！相公，我看来是不行了，求你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，只要他能活下来，我就没有白受罪。媳妇儿，你不能有事，有什么话等生下孩子再说，你可千万别睡啊！相公，我累了，想休息了。杜大夫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媳妇儿，我不能没有她呀！窦修远闭着眼，哀声连连。或许一个医者最大的无奈，就是在病人最无助时无能为力了吧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，就看你们愿不愿意。你是谁啊？我是长平村陈家的，今日来找你有点事情，不巧碰到了这个事。我现在哪有心情谈事儿啊？我只要救我媳妇儿和孩子，你要是救活了他们，什么事都好说。苏娘子，我知道你懂点医术，你要是有什么办法就说出来，人命关天呐。剖腹产。什么？苏娘子，老夫是想让你救人，不是让你来杀人的。办法我已经想到了，做不做还得由你们，你们只有半刻时间的考虑，再不决定好，那只会是一尸两命。我相公，听这位娘子的，剖腹吧，让我死了算了，太痛了，求你给孩子一条活路。相公，没时间了。媳妇儿，救孩子，求你们救我的孩子。嘿，王掌柜，这剖腹老夫可从来没做过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我来，我保证孩子一定能活。好，苏娘子是吧？我媳妇儿和孩子就交给你了。你先出去吧。杜大夫，你是要出去还是要留下来帮我？老夫怎么能看一个活生生的人去死？当然要留在这儿了。那好，我动手的时候，请杜大夫有任何的疑问都不要在这个时候打扰我，以免我分心。老夫不打扰你，老夫只在一旁把脉。苏洛转到床边，刚才说话的空隙时，他就把手术刀和麻醉剂从空间拿出来了，就藏在袖口里。掀开张氏的被子，用麻醉针从他背后脊髓打进去，保证他能感觉不到疼痛。手术刀苏洛是用布包着的，和放银针差不多，这样能省很多空间。剪开张氏的里衣，戴上手套，苏洛的动作没有丝毫犹豫。杜修远半坐在床边给张氏把脉，很快苏洛就做好手术了。杜大夫是个男孩，你帮我抱出去给稳婆，我这边还要救产妇。门外众人听到婴儿的哭声，大家好像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。快去看看是不是我孙子。稳婆在哪儿？是个男孩，快收拾一下孩子。杜大夫，我媳妇儿怎么样了？人还活着。苏洛把这一切弄好，拉了个椅子坐在杜修远面前。杜大夫，
我刚才救人心切，我所用的东西都是我师父留给我的，世人少见，能不能请？老夫懂，苏娘子方才所用之物皆是救人之物，只是世人少见，必定引起恐慌。老夫都懂，如此神物，不知道是哪位神仙制出来的。苏娘子可否告知家师是何人？家师曾告诫过弟子，不能向世人透露他老人家的名讳。杜大夫，刚才的医疗用品，我希望你能够帮我保密。张氏的手术也是你的功劳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老夫无功不受禄。杜大夫，你是个好人。苏洛说完这句话就出去了，叫来了王大勇，交代了剖腹之人的后续事宜，还有坐月子该注意的事项。王大勇千恩万谢，对苏洛和杜修远都感激不尽道：苏娘子，你方才说是找我有事儿的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？王大哥，我与村长听说你想卖了长平村的老房子，所以想来和你问一问，没想到遇到你家有事。今日你事多，这件事情我还是改日再来找你谈吧。苏娘子是我王家的恩人呐，我本该好好招待，只是今日乱得很，苏娘子能理解我，我就万分感谢了。苏洛和村长与王大勇告辞后就出来了。村长，今日害你白跑一趟。事发突然，没事的。杜修远一直跟在苏洛他们身后，整个人怪怪的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不过出了王家的大门，苏洛看到了一个不该在这儿看到的人，躲躲藏藏的，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出来吧，我看到你了。阿旭从巷子里挪身出来。阿旭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是不是南宫清让你来跟踪我？不是，我家公子才没那么无聊。阿旭连忙为南宫清辩解，要不是这个王家这2日要生小孩，他才不来这里守着呢。国师说的福星降临，他和公子可是每个永乐县新出生的孩子都看过了，可这些有关国运当然是不能告诉苏洛的。不是来跟踪我，那你是来做什么？我是来找杜大夫的，我家公子有病。杜大夫，走，我家公子找你。苏娘子，你要是有药材，一定要拿来济安堂卖呀！老夫有空定要上门拜访苏娘子。回到长平村，告诉赵如云今天事情没谈成。苏洛吃过午饭就开始制作卤料包了。洛洛，你说这1包卤料能卖3两银子？真的，等拿到银子你就知道了。苏洛这样说完，赵如云包料包的手就更起劲儿了。不过苏洛还是在包到100包的时候，就叫赵如云停下。洛洛，天还早，为何不多做一些？我现在全身都有劲儿呢。婆婆，就算我们有力气也不能多做，我们要的是物以稀为贵。2个人忙活到了太阳快落山，苏洛也不知道是因为他的疏忽，陈平安正在遭受着家暴。好你个陈平安，我怎么会嫁给你这么个东西？不就2两银子吗？苏洛他们都还大嫂5两了，又怎么会差我们那2两？他们要是忘了，你就去提醒一下，又不是叫你立马让他们还，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少小娘，苏洛和二嫂不是那种人，他们现在可能有困难，他们为什么还大嫂那5两银子？那是被大嫂逼的呀。等他们有银子了，会还给我们的。他们天天吃肉，哪里是没有银子？我看他们就是不想还我们。你知道2两银子能买多少碎米回来吗？我们也不富裕，凭什么他还大嫂而不还我们？陈平安，就怪你太懦弱，所以别人才都看不起我们。以前大嫂欺负我们就算了，现在二嫂一家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都怪你。我相信二嫂的为人，等他们记得那2两银子的时候，一定会还给我们的。陈平安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去找二嫂和苏洛要到银子，今天就别回家了，你跟我出去。少小娘，你今天发什么疯？你让我向大嫂娘去找苏洛他们，我可做不出来。陈平安，你除了吃喝拉撒
你还会干什么？连你大哥都敢去找苏洛要银子了，你就知道等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今天要是不去，我就带笑笑回娘家，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们了。我不去，上门要银子的事情我做不出来，要去你自己去，大哥家也是大嫂去的，反正我不好意思去。突然房门从里面打开，手里拿着扫把，二话不说的就朝陈平安打去。我打死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打死你！你们家的事情还想让我出头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你给我滚出去，别回来了！陈平安右臂护在头上，只好跑了出去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无奈叹气。想到刘芳芳平时不这样的，也不知道是谁在刘芳芳的火苗里浇油，让她今天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到了约定来拿卤料包的时间，苏洛以为南宫清最多会随便派一个人来拿的，没想到他会自己亲自来。阿旭跟在他身后，还拿着东西，有鸡鸭鱼肉，还有好几种不同的蔬菜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苏娘子，今天我们来收卤料包之余，还顺便来蹭饭。当然，食材我们自带，苏娘子有劳了。二位，你们才是永乐县里开酒楼的，怎么反倒是跑到我这瓦窑里来蹭饭？是不是有些不合理？苏娘子此话差矣，福满楼将来也是苏娘子的摇钱树，说到开酒楼，苏娘子也有一分呢。那怎能一样呢？我去福满楼吃饭要付银子，你们来我这儿白吃，是不是有点不公平？苏娘子，那事儿全怪那个掌柜不懂事儿，你走后立马就把那个掌柜给换了。赵如云从瓦窑出来就看到了阿旭。两位来了，当然要留下来吃饭的。洛洛刚才跟你们开玩笑呢。婆婆，这位是福满楼的东家南宫清。原来是南宫公子，快请坐。洛洛这孩子不懂事，来了也不知道叫你们先坐下。谢谢。苏洛给两人倒了他泡好的金银花凉茶。苏娘子，这是什么茶？那是金银花茶，我们自己去山上采来的，和你们喝的高端茶不一样。不，这茶很特别。你要是喜欢喝，一会儿带点回去，山上还有很多。苏洛也不想和他过多讨论茶的问题，让赵如云把卤料包拿来交给南宫清。100包，你要不要再点一下？苏娘子做事我是放心的。阿旭，苏娘子请收好。苏洛把银票收了起来，有了这300两，加上他手里还有100多两的银子，买地基应该是够了的。两位稍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们做饭。洛洛，我来帮你烧火洗菜。好。一共9个菜，就他们6个人吃，这菜都有点多了。洛洛，我去村里把川川和欢欢找回来，你们先吃，不用等我。婆婆不用去找了，他们回来了。小爷爷，你怎么在外面啊？我娘没叫你进去吗？门口传来燕川的声音，苏洛过去看，才发现陈平安踌躇地站在篱笆外面，额头上还被刮了好几条伤口。小叔，你在这儿多久了？怎么不进来啊？那个，苏洛，我……川川、欢欢，你们先进去洗手吃饭。苏洛叫2个小的先回去，再转头看向陈平安。小叔是有什么难处吗？没有，我……苏洛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被他忘记了，可这一下子让他想，他又想不起来。小叔，你来都来了，进来吃饭吧。我今天做了很多的菜，光我们几个吃也吃不完的。不了，苏洛，你家还有客人，我就不去了。小叔，就是因为要有客人，你才更要留下来吃饭才好，不然我和婆婆2个女人，这宴请2个男客人，村里人知道难免是要说3道4的。有你在就不一样了，你留下来吃饭还算是帮了我们呢。饭桌上，南宫清，这个呢是我夫家的小叔陈平安。陈叔好，请坐。好，好。小叔，他们是县里福满楼的人。福满楼的人，那可是贵人呐。小叔来了，快吃饭吧。伯母请，小叔请。好，大家一起吃。
快吃好的时候，南宫清才问陈平安：“小叔，这2年庄稼的收成怎么样？地里的稻穗长得如何？我们都是靠天吃饭，这2年都较为干旱，好多地里的稻穗都死掉了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加上朝廷征粮不减，大家都是以碎米为食，能吃到青黄不接，就算是好日子了。朝廷要养1000万兵马，边关又有战事，为难百姓了。唉，也是年轻不好，要是老天怜悯众生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小叔，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。”南宫清被派来永乐县找所谓的福星，1年了，其实他也急，不知道会不会是国师算错了，要是真的有，那该多好啊。易欢也吃饱了，拉着苏洛到一旁，轻声道：“娘，我知道小爷爷为什么受伤，他是被小奶奶打的。”欢欢，谁告诉你这些的？你小奶奶脾气很好，以前都不打爷爷的。娘，是笑笑小姑自己和我说的，她和她爹娘是因为银子吵架，还说是因为娘你的2两银子，反正很多很多，笑笑小姑也说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2两银子，哎呀，这事情怪我，这2天太忙都忘记了。苏洛等南宫清和阿旭回去了，才送陈平安。小叔，这2两银子你拿着。苏洛，这银子我不好拿。小叔，银子啊，我还给了罗梅，这2两呢，我是一定要还给你们的。这些年你和小沈都有照顾我们，我这要是不还给你们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我们是亲戚，不要为了这2两银子而有了隔阂。哎，那好吧，小叔只是觉得对不起你们，还有怀旭。陈平安回到家里，把2两银子丢在刘芳芳面前的桌子上。苏洛还给你的银子，以后不要再发疯了。刘芳芳嘴里想说着什么，可发现自己又说不出来，低着头不敢直视陈平安。怎么了？是你自己叫我去找苏洛要银子的，现在你自己还委屈上了。我今天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被别人带了情绪。是大嫂说苏洛不把我们当亲戚，给大嫂还钱不给我们。哎，笑笑他娘，你以后少听大嫂的话，她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苏洛他们一家都成什么样了，他还做得出来要把苏洛卖了的事情了。大贵是越来越不顶事儿，以后我们过我们的日子，少和他来往。小小爹，我不是非要逼你去和苏洛要银子的，我说的都是气话。下次别这样了就行。这银子是苏洛主动还给我们的，我没开口和他要，苏洛也没怪我们，还说大家都要好好的。苏洛，你在家吗？村长，王大哥，你们进来坐。哎，苏娘子，这是我儿子新生的喜糖，哎，是最大的一份，必须给你。我这次啊是专门来感谢你的。王大哥，恭喜恭喜啊！嫂子和小宝都还好吧？啊，这多亏了苏娘子你啊！我小儿还有媳妇儿都好好的，那小子声音洪亮，连隔壁的街坊邻居都夸他将来是个人物啊！苏洛，王大勇除了来给你送喜糖外，还有来和你说说他们家地基的事情。王大哥，你家村头那地基卖吗？啊，苏娘子，我娘老了，现在只能和我去县里住了。老家的地基呢，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了。不过我丑话说前头啊，你救了我媳妇儿和小儿，对我王家也算有恩。你也知道我是个生意人，这地儿不能说送给你，但我王大勇便宜点卖给你。那我在此先谢过王大哥了。苏娘子，今天村长也在这儿，我就按行情来谈，不会让你亏银子。大勇，你就说吧，你们家地基想怎么卖？苏洛也是诚心要买的。哎，村长别急，我们在这说空话也不成啊。不如我们一起看看我那个老房子，再说价钱也不迟。王大哥说的没错，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看看？好，现在就去。在王大勇和村长的带领下，3人来到长平村的村头那里。苏洛，
你看王大勇家的地基怎么样？这个位置很好。外面那2块地也是他家的，他可能也会一起卖掉。苏娘子，看得如何啊？很好。苏娘子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知道你想买地基，但我家这里的话，你光买地基是不行的。这地基上面的房子，我打算和地基一块卖掉。如果你不愿意买的话，我也只能找下一个买家了。王大哥，这个院子你打算卖多少银子？这地基当初的时候啊，是6亩宽的，按照南宁国的建房地基来卖，1亩地要20两。这个事儿村长也知道。苏洛看向村长，他朝苏洛点了点头，证明王大勇说的是真的。不过我说了要给你便宜，不会说话不算数的。行情呢是20两1亩，我给你15两，够意思吧？6亩地基，1亩15两，那就是90两，再加上这个院子的话，预计是100多两也差不多。王大哥，那这个院子你打算卖多少银子呢？这个院子也快破了，但是它大呀，比起你们住的瓦窑要好很多呢。一口价20两，一起就110两。好，我要了。苏洛先把地契还给王大勇，村长用眼神示意苏洛。王大哥，听说这个院子门外的菜地也是你的，要不要一起卖给我？苏娘子，那块地我也是打算卖的。如果你还有余银的话，我在咱们村啊还有3亩田地，要不你也一起买了？苏洛，王大勇的3亩田位置靠河边，不怕没有水，算得上上等田。只不过现在有佃农种着，你买下来也只能等明年再种。是的，村长说的没错，你要是买下，今年是不能种了。不过地基给你便宜卖了，这地的价格我就不能再减少了。王大哥，你的这些地我都要了。哎呀，好，这可太好了。今天还早，为防发生变故呢，我们现在就去县衙转移盖章。王大哥，我们家2个小孩还在外面玩，我想先去找他们。你不用去找他们，刚才他们牵着狗在我家和红才玩呢，有我那老婆子看着他们，你放心吧。王大勇是驾着马车来的，3人去县衙的时候倒是比坐牛车更快。有村长在，村长经常来找师爷办这些小事儿，所以很快就把土地转移的事儿办好。苏洛和村长包了一辆牛车回去，苏洛交代村长，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来瓦窑吃饭，还有村长夫人一起。赵氏，你是不是在搬家呀？什么搬家？我们能有什么加班啊？我在找我那2个孙儿呢。张氏，你看到我们家燕川和易欢了吗？看到了，他们在村长家玩呢。哦，那我先去接他们回家。你急着去接他们干嘛？又没有什么危险。我问你正事呢，你什么时候搬到村子里来呀？到时我们就能做邻居了。张氏，你今天说话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我倒是想搬到村子里面来呀，可我住哪儿啊？你装什么傻？今天我和好几个村里的人都看到了，你家苏洛和村长一起去了王大勇家，王大勇也在。听说呀，你们买了王大勇的院子，这是好事儿啊！你们从瓦窑搬下来住，我们就能一起说话解闷儿了。不能吧？我都不知道有这事儿啊！哎呀，你这个当婆婆的傻呀！村里现在都传起来了，你还不知道？不信的话，你就回去问问你家儿媳妇就知道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先去接我孙子回家。苏洛回到村尾，还没走到山脚的瓦窑，就看到了赵如云带着燕川和易欢在村尾等着苏洛了。婆婆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快回去吧。苏洛牵着易欢和燕川的手。娘，奶奶听说你买了院子，所以要来这里等你。婆婆，我们回去再说。是，这事儿还是要回去再说。村里的人说的没错，今天事发突然，我把王大勇的院子买了，还有他家门口的旱地，河边的田地也都是我们的了。洛洛，
那我们现在是有院子、有田有地了。是的。燕川看到这契书后面交易的文书，好像写的是他的名字。娘，这个上面有我的名字。苏洛把地契和交易文书都收了起来，借着袖子放进了空间。是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家燕川的。陈燕，这个茄子苗今天我忘记拿给你们了，现下你拿回去，明天种地里面准能活。这是何物？村长，这个是苏洛买来的种子，他说这个结出的果实能吃，他就吃过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这也是一种蔬菜，我们也种了很多。茄子不管拿来烤还是红烧，那都是一道美味。你们可以试着去拿去种。晚上，赵如云心里一直都是乐着的。洛洛，我们什么时候搬去村头的院子住？婆婆，我们暂时还是不搬，那个院子太旧了。我的想法是直接推了，我们盖新的房子再搬。可是洛洛，我们现在还有银子盖房吗？现在手里的银子可能还不够盖房，但我会想办法的。婆婆，我答应你，要是短时间内我们无法盖房的话，那秋收时我们就搬到村头的院子里去住，过后再想办法好吗？这话苏洛只是拿来安慰赵如云。在他的计划里，今年冬季之前一定要有新房子住才行。好，洛洛，我听你的，只是你也别太拼了。自从你好了过后，见你忙里忙外的，还要照顾我，我这心里就觉得难受。又一个赶集日，苏洛打算去福满楼一趟。川川、欢欢，娘要去永乐县，你们有没有想要吃的东西啊？告诉娘，娘一会儿给你们买回来。娘，我想吃糕点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等娘回来就给你买。川川，你呢？娘，我想要一支真正的笔。娘记住了，你们在家要乖乖听奶奶的话。从村尾走到村头，苏洛看到李大叔的牛车还没有人。李大叔早。燕川娘啊，今天这么早，你去县里的话，就先去找个好位置坐下，等人齐了我们就走。好。苏洛第一个坐上牛车的，过会儿李婶就来了。看到苏洛时，笑着和苏洛坐到了一起。燕川娘，你今天又去县里啊？是啊，李婶，你也是要去县里转转？苏洛刚说完这句话，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。是啊，去转转。只有李婶自己心里知道，自己32了，还没有个一儿半女。燕川娘，其实在整个长平村，我最羡慕的就是你。你一下就能怀上2个孩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呀？我那个时候不清醒，不记得了。这时牛车又上来好几个妇人，还有男的，两人便不好再继续说这个话题了，而且还有一个恶毒的目光一直刮在苏洛身上。哟，今天是又拿东西去卖呀，还是去县里看情郎啊？罗氏，没有证据的事情你不要乱说。我可没有乱说，你们是不知道，我这个侄媳妇儿啊，经常带男人回瓦窑吃饭，还有一次男人驾着马车送她回村的。她一个女子，怎么会就突然有这么多银子？都能买院子了，谁知道是不是她那情郎给的？说不定人家夜夜都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呢。哼，我做什么都有我婆婆看着，不像是某些人嘴里只会喷粪。我可听说东村有一个孙寡妇，长得美艳风韵决绝，大伯对她痴迷的紧呢。也不知道大伯母什么时候去给大伯纳回来，要是再给陈家添个一儿半女，那可是喜事啊。住口！你听到谁说的？老娘撕烂他的碎嘴！我听谁说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知道的人不少。牛车上的人瞬间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还有几人忍不住把头转向一边，偷偷地笑出来。笑，你们笑什么笑？我们家大志没有做过这些事。
牛车到县里的时候已经辰时末了，还没到饭点。因为不知道南宫清在不在福满楼，苏洛还不知道他家住在哪个位置，还是先去逛逛吧。眼川想买支笔，那就先去找找看看。进出一趟花了苏洛40多两，眼看快50了，苏洛才朝福满楼走去。大哥，你们在这福满楼排队在买什么？我们都是来这儿买卤猪蹄的。福满楼新出的菜品卤猪蹄可是挺好的东西，我家员外吃过一次就再也放不下了，日日都叫我来买回去。不过菜品有限，偶尔也买不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进到福满楼里面，柜台上的掌柜换人了。你好，我找你们东家。您是苏娘子吗？掌柜还是要先问清楚，上一任掌柜就是得罪了一位姓苏的娘子才被换掉的。我就是。哦，原来是苏娘子啊！我让小二带你去找我们东家。和小二来到福满楼的3楼。苏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南宫清有点事。是什么风把苏娘子给吹来了？来这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来找你原本只有1件事，但现在有2件。苏娘子做事都是这么随意的吗？说说吧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？第1件事，我想和你合作。我们现在不就是合作关系吗？哦不，我想和你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。什么意思？我想入股福满楼。阿旭站在南宫清身后，一听这话就有点不乐意。这福满楼可是有他的一股的，是他和公子和离开的酒楼。刚刚回本，苏洛就想来分一杯羹。苏娘子，福满楼可不是那么好入股的，你想入多少银子进来？没有银子。没有银子你还想入股啊？苏娘子，你这是玩我们家公子啊！我知道我这样说你们不情愿，但请听我说完。我想入股福满楼，当然也不会空手。我用我的菜方子入股，当然前提是不低于100道菜。我的厨艺2位也是知道的，而卤猪蹄的爆火，福满楼也算是尝到了甜头。如此，你们觉得我有资格入股福满楼了吗？苏娘子，你的菜方子我可以跟你买，但你也没必要入股福满楼吧？苏娘子，我怎么感觉你还有话没说完呢？我说完了，不过在思考下一家的合作者。南街的春和楼也挺大的，我与福满楼合作不成，到时候可以去与他们谈谈。他们最近好多客人都被抢来了福满楼了吧？如果和我合作，以我的菜方让客人回归应该不难。苏洛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那可是我们福满楼的竞争对手，你不能去帮他们。阿旭，我的本意只是想要赚银子，谁能让我赚更多的银子，我就和谁合作。而我对目前你们2家的经营状况并不满意，将来我的酒楼名气打出来，我还要开分店，开到州里去，还有京城，乃至整个南宁国，所以眼光还是要放长远一些。苏娘子，我要是同意你用菜方子入股，你想占几成？不多，3成利润，经营权还是在你手里。3成倒是没问题，只不过我这个人只和身份清白的人合作。苏娘子总要让我知道你是谁吧？难道南宫清发现我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灵魂了吗？应该不能吧，我就是陈家买来的媳妇儿，南宁国一个普通的百姓。要说到身份清白，南宫清你的身份又清白了吗？你对合作者可有真诚？苏娘子，真诚不真诚的我们先不说，我们来说说地下赌房的黄麻子和二狗子吧。那2人死了，我亲眼所见他们死的。然后呢？苏娘子，然后应该问你，人是我杀的，你要告发我？我没有时间为2个地痞打官司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你手中的药水是怎么让人化作一团清水的呢？那是我自己调配出来的化生溶解液，我的身后没有任何的组织，之前不会有，之后也不会有。你满意了吗？苏娘子，你不要误会，这么久了，我自认为我们已经是朋友。你能告诉我，那化石溶液是从哪儿学来的吗？我有脑子，会自己研究。
南宫卿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到入股的事情？我只对银子有兴趣。南宫卿无奈摇头，让阿旭铺纸写下和苏洛入股的契约。苏洛看到上面还有阿旭的名字，那就说明这个福满楼自己有3成股份，阿旭有1成，其余6成是南宫卿的。而苏洛也把菜方子零零散散的写一部分下来，交给南宫卿。这个菜方你们先照着做，如果觉得可以的话，先送到瓦窑，我要是点头了，才可以上菜单。苏娘子找我有2件事，那第2件是什么？如果再像第1件事情这样，我可能就承受不起了。放心吧，和我合作我不怕你亏的。我找你的第2件事是想要请你帮忙的。你认识会建房的人吗？要好的那种。认识，人家手艺好，但也贵。不过苏娘子要建房子的话，你有银子吗？我有你。苏洛左手撑着下巴靠在桌子上，恍惚间2人的气氛有些道不尽说不明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我有你这个福满楼的股份，难道会没银子吗？南宫卿也扑哧一笑，刚才自己怎么了，居然会觉得苏洛的眼睛好看。好，我答应帮你找人来建房子，不过你要给我做3天的菜，你不亏吧？我答应你，明天开始我在瓦窑做菜，你叫人过来拿。谈好事情，苏洛才离开福满楼，看着手中的契约书。和南宫卿合作算是虎口夺食了，此人不简单啊。公子，你为什么要同意苏洛和我们一起经营福满楼啊？阿旭啊，做生意非我之志，以后多个人和你一起经营酒楼，你就不会傻乎乎的了。阿旭现在不懂，但以后他却非常庆幸自己今天没有强行反对苏洛的加入。阿旭，给范高岑写信，叫他来永乐县。范高岑？公子，你要叫范高岑来给苏洛建房子？现在福满楼有自己的一份，苏洛就去济安堂多买些香料回去，卤料包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每包3两银子，南宫卿也会另外给他，可把银子给杜修远时，他死活不要。杜大夫，买卖归买卖，这银子你还是收下吧。不，苏娘子，这些就当我送你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如果你还需要，我这儿还有。杜大夫，如果你这样子，那药材我就不要了。苏娘子，是这样子，我昨日去东村出诊，遇到了一个长平村的妇人，她用一种什么急救方法救了一个孩子。我问她，她说是你教他们的。长平村现在几乎人人都会，所以你也想学？是，苏娘子能也教我吗？这有什么的，就算是我不教你，你去长平村一打听也会知道。你要是想知道，那我就再讲解一遍。好，苏娘子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拿下纸和笔。苏洛把海姆立克急救法又细细地交给杜修远，而杜修远也用笔认真地记着。自从王大勇那儿回来后，他就一直在想拜苏洛为师，和苏洛学习一种他没见过的医术，可就怕苏洛嫌弃他年纪大，一直不好开口。苏洛走时还是把银子放在了掌柜的账本上面，白拿别人东西，这不是苏洛的风格。娘，小心着点儿，别摔倒了。娘，你给我买笔了吗？买了，还给你们买了书。真的，太好了。言川娘，你还没回到家，2个孩子就来村口接你了，真好。唉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孩子？李婶别急啊，也不要乱吃药，等身体好了，合适的时间你也会有的。李婶儿只当是苏洛安慰他。你们怎么来这儿接我？奶奶呢？奶奶在新买的院子里，她说过来看看。赵如云来了村头的院子，苏洛也到了屋后。奶奶，娘回来了。回来了，那我们回去吃饭吧。第2日一早，南宫卿就让人送来食材。苏娘子，我们公子说了，食材太多的话，
你们也是可以留下一些吃的。我知道了。给南宫清做菜的同时，苏洛把他们的午饭也做好了。小二把菜带回福满楼，苏洛也想快点吃完，好教燕川和易欢学习。午时刚过不久，瓦窑下又来了一辆马车。苏娘子，你在家吗？你是哪位？哈哈，你是苏娘子的婆婆吧？我是济安堂的杜大夫，我来找苏娘子。原来是杜大夫，快进来坐。杜大夫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杜修远让人把礼物都拿上来，里面不但有各种好的药材，还有一颗夜明珠，灵芝补药就更不用说了。光摆在苏洛面前盒子里的100年人参就价值不菲。杜大夫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苏娘子，我是来拜师的，请你收我为徒，授我医术。这……别说赵如云震惊了，就连苏洛也是懵的。杜大夫，你先别拜我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苏娘子，我没有弄错，我是真心求学的。你的外甥医疗之术绝之又绝，王大勇的媳妇儿不出5天，伤口就完全愈合了。你能让一个必死之人活过来，如此高的医术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我今天冒昧过来拜师是唐突了，但我是真心求学的，请苏娘子收我为弟子。杜大夫，这不合适，我怎能当你师傅呢？而且我的医术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你只见过我给张氏接生孩子，可你不知道，我其实连把脉都不会。你相信一个连把脉都不能的人能有这么深的医术吗？苏娘子，你不会把脉，可我会呀。我要学的是你那种不需要把脉的东西。你的医术是我见都没见过的，但我知道它能救人。这些天以来，我想了很多。如果那天张氏在我的手里，要求我给他剖腹生子，我能救他活下来吗？我想了想，我不能，我没有那个能力。而苏娘子你却能。回想你给王大勇提这个建议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知道了你能保住产妇，所以你才敢提议。苏娘子，你的实力和你的医术是我可望不可及的。我今日来此是我深思熟虑过的结果，请你收了我。杜大夫，我真不能当你师傅，这些东西你拿回去吧，我没什么能教你的。苏娘子是觉得我老？非也，杜大夫是永乐县德高望重的大夫，你的医术已经很好，我是真的没有什么能够教你的。苏娘子，我是认真的。杜大夫，医术问题不懂的，我们可以一起交流，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拜师的。这些贵重的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。让刚才把东西搬进来的2个人又把东西原样的搬出去。2人刚出篱笆的院门，迎面就撞上来了一个人，还好2人护住东西，没有掉在地上。燕川娘，燕川娘，救命啊！燕川娘，你快救救我媳妇儿！李大叔，李婶这是怎么回事？杜大夫，你快看看李婶身体怎么样了。来不及抬人进瓦窑了，李牛只能把李婶放到地上。杜修远立马蹲下给李婶把脉，脉象虚浮，有气无力。不好，她这是中毒了。李大叔，李婶到底是吃了什么东西？我媳妇儿她吃了求子偏方后就这样了。这个毒药不知道是什么，老夫也无法解呀。婆婆，你去把易欢洗澡的香皂拿来给我，快！你们看着李婶，千万别让她咬到舌头。苏洛用水瓢舀了一瓢水，赵如云把香皂拿给他。苏洛现在只想救人，快速地用双手把香皂搓出来，做成香皂水。眼看差不多了，扶起李婶儿，把香皂水给她灌进去。媳妇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以后不要孩子了，就我们2个，我们也能活得好好的。媳妇儿，你可一定要挺住啊！苏洛灌完一瓢的香皂水，不一会儿，李婶儿就开始吐。快扶李婶起来，让她把吃进去的药吐出来玩。杜大夫，你现在能看出来是什么毒药吗？不好，是滴水观音。杜大夫，你身上有银针吗？用银针封住李婶的穴位，别让毒素攻入心脉。
好。直到李婶不再抽搐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。苏洛再次问向李牛：李大叔，李婶吃的求子偏方到底是有什么？你要说出来，我们才好对症下药啊。我听昨日那个老妇说，这偏方里有送子观音面前的香灰，还有一些草药。他说有人吃了这些就怀上了，至于其他的我也不知。李大叔，你连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也敢让李婶去吃，你们不要命了吗？还有滴水观音，这个可是毒药，不是什么都带有观音二字的就是好东西啊！行了，我来给李婶开个方子。杜修远看了苏洛写的方子，用药明确，是个解毒的好方子。要是让他来开，里面的几味药他想不到这么配。杜大夫，你能叫上刚才的那2个人去济安堂帮忙抓药回来吗？当然。婆婆，来帮忙把李婶抬到我床上去。杜大夫，我媳妇会没事的，是吗？会好的，有苏娘子在呢。半个时辰后，药终于送到了，苏洛亲自熬的。杜修远和李牛一直在观察着李婶的情况。等李婶醒来，药也熬好了。媳妇儿，你醒了，你吓死我了。李大叔，先让李婶喝药吧。我来喂她。燕川娘，今天谢谢你了。这是哪儿？李婶，这是瓦窑，你中毒了。是啊，媳妇儿，幸好今天苏洛和杜大夫救了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怎么会中毒？媳妇儿，以后我们再也不吃那些求子药了，就我们2个人一起生活也挺好。老李，我对不起你，这些年也没给你生个一儿半女，是我没用。媳妇儿，这就是命，我们都认命吧。只要身体好了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李婶有点哽咽，说到底这么多年了，要是换上别的男人，早就把他给休了。只有李牛傻乎乎地守着他。老李，是我不好。福满楼的小二也来了，苏洛又要开始给南宫清做晚饭的菜。大家都累了一天，苏洛让杜修远也留下来吃晚饭再回去。李大叔对李婶很好，晚饭先把粥喂给李婶吃完了，他才出来吃饭。走到苏洛的凳子旁时，突然跪了下去。李大叔，你做什么？你快起来啊！老李，这当着孩子的面呢，你快起来。李牛就是不起，从怀里揣出一串铜钱来。燕川娘，杜大夫，我谢谢你们救我媳妇儿，可我没有银子，只有这200文钱，等我有银子了，一定还给2位。哎，医者仁心，老夫今日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不用你出银子。李大叔，你把钱收起来吧，今日的药是从杜大夫的济安堂拿的，他都说不收你银子，你就别担心了，起来吃饭吧。杜大夫，谢谢你，我李牛谢谢你们。晚饭过后，李婶身体也缓过来了一些。等李牛把李婶背回了家，杜修远才回县里。这3日下来，苏洛每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给南宫清做菜，已经做满3天了。来到李婶家看他这2天能下地走走了。燕川娘，我正想着有空去瓦窑看你呢，没想到你就先来了。李婶，我来看看你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李大叔在家吗？他不在，去山里砍柴去了。我的身体吃了2天的药也没事儿了。李婶，你以后可不能再乱吃药了，有些事情也是要看时机的。唉，我和老李商量好了，孩子没有就没有吧，我们也努力过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李婶，你和李大叔都看过大夫了吗？2人身体都没问题的话，应该还能要孩子的。我也懂些医术，你不妨和我说说。燕川娘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我和你李大叔都去看过了，大夫说我们没有什么问题。对了，你等一下。李婶转身去厨房，过一会儿拿了好几个纸包的东西拿过来给苏洛看。燕川娘，这些都是我这几年吃的药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用的药，反正吃了也没有怀上。
苏洛看着纸包里面，每包的药方子都不同，但它们都只有一个性质，那就是治宫寒的。李婶，你有炎症吗？李婶一听，脸都红了。燕春娘，你这些话，你怎么说出口啊？李婶，我也是个女人，那些男大夫不好医治的问题，我能帮你，你就别害羞了。苏洛这样说来，李婶才为难的一步一步回答苏洛问她的问题。听她的回答也是没有炎症的。李婶，你的月事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一般和李大叔在什么时间段行房事？燕春娘，我月事刚完4、5日，一般月事后2、3日。李婶，或许我们再努力一次，也许可能还有机会。这次我帮你。燕春娘，我真的还有机会吗？我只能说试试吧。燕春娘，我们家老李不让我吃药了。我们这次不吃药，我用食疗的方法。啊？李婶，你们家还有黄豆吗？我教你做豆腐，用豆腐和10叶草一起煮来吃，会刺激你体内产生叶酸。等你月事过后的第13天到17天内再同房。苏洛算着李婶的排卵期，加上大量叶酸，怀孕的几率会大很多。燕春娘，10叶草这种野菜我知道，味道不怎么好吃，大家都拿它给猪吃了。现在豆腐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。10叶草是酸膜植物，与豆腐同吃会激发女性体内产生叶酸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能够助你有孕。这都是食物，吃了对身体也不会有害处的。你怎么想？李婶当然是愿意的，当即去拿了家里的黄豆过来。苏洛让他把黄豆泡在水里1天，等第2日再来和他一起做豆腐。就算这样帮不了李婶实现怀上孩子的梦想，那以后他会做豆腐了。有福满楼在，也是能给他们家有一笔收入，养老是没问题的。晚上李牛回来时，发现厨房里泡着一大盆黄豆。媳妇儿，你泡那么多黄豆干嘛？你这几天不是不让我去山上干活吗？我就约了燕川娘一起研究新菜呢。女人的事儿你别管。随你们吧，你只要把身体养好了就行。李牛从山上回来，怕自己媳妇儿不舒服，又去给她做了饭。老李，你在山上干活1天了，做饭这种事情我还是能做的，让我来吧。不行，你身体刚好一点，别又累倒了。我一个大男人干点活能累到哪儿去啊？翌日，苏洛让李牛送他去县里，李牛也去了。因为福满楼的卤猪蹄太火，苏洛又拿了100包卤料包过去，还有和李婶一起做的2块豆腐也一起带过去。哎呀，苏娘子，你来了。掌柜笑着去接待苏洛。我又带来卤料包过来，你点一下记到账上。掌柜的，这位李大叔你帮我招待一下，我去后厨做道新菜。好的。李大叔，麻烦你在这儿等我一下。不麻烦，你去忙你的吧。一炷香的时间，苏洛就做好了，装了一个小盘子拿去给南宫清，剩下的就让后厨的人和掌柜的分了。苏洛拿着麻婆豆腐到3楼，敲开他的房门就进去了。尝尝新菜。南宫清把手中的书籍放下，拿起筷子尝了尝，有豆类的清香，味道也不错。这个是用黄豆加工做成的豆腐，想要做成这道麻婆豆腐就必须要买这个豆腐。你看一下它能进福满楼的菜单吗？你也是福满楼的小东家，你有话语权。那就让它加入福满楼的菜单。不过我先和你声明，这个豆腐不是我做的，是我们长平村的李婶做的，她的夫君现在在楼下。你要是想和他买豆腐，还要和李大叔谈才行。居然不是苏洛做的。南宫清他们没有想到苏洛一女子也有如此心胸。别人一般只想着自己富有，身边的人越穷才能越衬托自己，特别是像他们小村庄里，很少有人主动拉别人一把的。让掌柜的去谈吧，民富则国富。苏洛摇头，他弄不懂南宫清一个商人为何经常把国家挂在嘴边。好，哦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让你帮我找人建房子的事，你找到了吗？我说苏娘子，我给你找的人都是最好的建筑师，
人家千里迢迢从京城赶过来，总要时间的吧？京城请来的人，那应该技术很好吧？这样啊，那谢谢你啊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等月底分红我再过来。和掌柜的说了收豆腐的事情后，掌柜思索了一下，就把定价和收买价格算好了。李大叔，我好了。李牛吗？我是这家福满楼的掌柜，听苏娘子介绍，你家可以做豆腐，我福满楼想和你长期收购豆腐，你可愿意？这。李牛一下难以反应，看向苏洛时，只见苏洛向他点头。我福满楼想用多少银钱来收啊？豆腐是黄豆制的，黄豆1斤是10文钱，这里面加工过会减少一些，还有加工费用一起，我们福满楼按1斤50文钱来收，如何？好，我和我媳妇儿答应了，只是……李大叔，你不用担心我的那份利润福满楼会给我的。燕川娘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不信你问问掌柜。李牛再次看向掌柜，见掌柜点头，他才相信。杜修远拜师被拒后，一直在想办法，到底要怎么样苏洛才会收我为徒，收我医术呢？杜大夫，快出来救人呐！又是你们哪里受伤了？不是我们受伤，是我们老大。上次来看的伤口又流脓了，左眼发一夜的烧。你快给我们老大治治。于飞鹏已经快被这2道伤口折磨1个多月了。1个月前，他为了追回越狱的杀人犯，生生挨了2刀。犯人捉回去了，可自己也不好受，领了补贴金，伤口却一天比一天恶化。怎么回事？快抬于捕头上床趴下。于飞鹏只穿了里衣，血水和脓已经渗透衣服。于捕头，你是不是洗澡了？你这样子伤口是好不了的。天儿太热，全身都是汗，不洗澡也是湿的。你这个伤口只能拿刀把腐烂的部位割掉，不然只会越来越烂，愈合无望啊。不是，杜大夫，你要拿刀割我们老大，那我们老大不死啊？怎么说话呢？咒我死啊？不是老大，我就是担心你嘛，口误。比起这样继续折磨着，于飞鹏觉得还不如一次来个痛快，割肉就割肉。于捕头，割腐肉老夫可以动手，但你能不能熬得住就不好说了。而且伤口距离越宽越难复合，只有等新肉长出来，加上夏季天热，你很有可能还会流脓。杜大夫，你说这么多，到底能不能治我们老大？不能治，我们就换一家。你们把永乐县所有的药铺和大夫换完也没有用。于捕头这个情况，没有哪个大夫敢说一定能治好，除非是他出手。杜大夫，他是谁呀？说出来，我们哥几个就把人请过来救我们老大呀。是昌平村的苏娘子，她不是大夫，不知道愿不愿意过来。只要能救我们老大，我们可以去请她来。我们老大是因为除暴安良才受的伤，你说的那位苏娘子不会见死不救的，我们去试试。从外面搬药材进来的班工听到杜修远他们的谈话。杜大夫，苏娘子不在昌平村，小的刚去搬药材时看到苏娘子了。她在哪儿啊？她和一个赶牛车的去了福满楼。苏洛这边，李牛和掌柜的在契约上按好手印，正准备回长平村。苏娘子，谁是苏娘子？苏娘子，你出来！你们要找苏娘子叫什么？长平村的苏洛，苏娘子。真的是我？不快，小哥，这个苏娘子是犯了什么事了吗？没有，是济安堂的杜大夫说的。我们老大只有苏娘子能救，我们急着找他救人呢。我就是苏娘子，病人在哪儿？到了济安堂，杜修远在门口踌躇，等着2个小捕快把苏洛请过来。于飞鹏看到进来了个比他还小的年轻女子，瞬间不好意思起来。苏娘子，她这伤是1个月前受的，后来又碰水才恶化。杜大夫，你叫人准备开水，还有盐过来。好。你们出去等吧，你们老大交给我和杜大夫。很快，杜修远就带了一盆开水进来。趁着这个空隙，苏洛早已从空间拿出他的手术工具。
把需要用到的工具丢到开水盆里，再放一点盐来消毒。杜大夫，你不是想要和我学处理外伤吗？刚好这个机会，你看好了。好。苏洛空间里倒是还有麻药，但是也不多了。像处理这种伤口，他倒还可以用别的办法。杜大夫，你会用银针刺血来做局部麻痹吗？我不会。算了，把你银针给我，回来吧。苏洛平静的语气却震撼了杜修远。苏洛到底知不知道，他就凭着一手刺血麻痹痛感之术，就能撼动整个南宁国的医术界？苏洛看准穴位，在于飞鹏背上、手臂上刺入银针。割腹肉，杜修远是会的，可看于飞鹏那份神情，连他给的毛巾都不用要。看来苏洛真的就用银针给他麻痹了痛感。清理完了腐肉，苏洛就开始缝合了。杜大夫，你到前面来看看我的手法。苏洛说着，杜修远立马过去，这对他来说是机不可失。苏洛缝得很细，没有像蜈蚣腿那样。苏娘子，这个线不用拆下来吗？这个是我的特制线，会融进肉里，不用拆。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线，但别的线是要拆的，还要在伤口刚愈合的时候就要拆。苏洛做好了他的工作，杜修远再给于飞鹏敷上能生肌的草药才算完。苏娘子，今天多亏了你来。没什么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苏娘子，我今日受了您的教，您也算是我师傅了，要不您收我为徒吧，我真的想和您学习医术。杜大夫，我会的东西不多，就怕你拜了我你会后悔。怎么可能呢？就凭刚才的缝合之术，还有那绝技的银针刺血麻痹法，就能让所有医者终其一生所求。苏娘子，我不会后悔。好吧，我把我会的交给你，但是这师傅的就免了。不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师傅，拜师礼徒儿下午就给您送到您家。拜师礼就不用了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叫我苏娘子，不必师傅的叫，只要是心里有，叫什么都一样。既然我答应教你医术，你就要听我的。今日之后不必对我行跪拜之礼，我不习惯。好，苏娘子。苏洛把自己的那一套手术刀工具刀送给了杜修远。缝合之法你想好好练习，可以拿一些带皮的猪肉先来练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再来长平村找我。谢苏娘子。临走时，杜修远说什么都要把那只百年人参给苏洛，是他孝敬苏洛的。苏洛不收，杜修远心里也焦虑。最后苏洛还是收了。等到没人看见的地方，他偷偷地把装人参的盒子放进空间。李牛和李婶儿这2天就很忙，白天去割牛草给牛吃，黄豆也要泡起来，天还没亮就起来磨豆子做豆腐。中午之前要把做好的豆腐用牛车拉到福满楼，他们一天做20斤，掌柜每次都是直接给李牛结账的，1斤50文钱，20斤就是1两银子。老李，我们家的黄豆没有多少了，不知还能做多少豆腐。这个我想到了，媳妇儿，现在我们手里有银子，我们先和村里的人收一些黄豆，村里收完了，我再拉牛车去周边的村庄收，这样每斤豆腐我们还能赚40文，不亏。也只能这样子了，要不明天我们就开始收。好，等我把豆腐送去福满楼回来，再去把银子换成铜钱，下午我们就收。第2日，村里听说李牛收黄豆，一人传一人，大家都把家里的黄豆拿出来卖。张氏，李牛在村口收黄豆呢，1斤10文，你听到了吗？快拿去卖呀！陈大志刚好经过村头，听到了张秀娟他们的对话，眼睛一亮，他们家也有黄豆啊，50多斤呢，他得赶紧拿去卖了，不然罗梅在他前面拿去卖，他就拿不到钱了。最近他手气不好，身上也没有银子，他没有银子，孙寡妇都不让他碰，这可怎么行啊？为了赶在罗梅前面，陈大志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。爹，你又拿什么东西出去啊？陈喜却在后面叫着，陈大志理都不理他，就怕罗梅马上要回家。村头，让开，李牛先给我称。陈大志，是我先来的，先称我的。哎，张氏，我先称再到你。你怎么这样啊？陈大志，你是不是背着你媳妇拿黄豆来卖的？
怕你媳妇回来收拾你，才这么急。去，你们知道什么呀？先来后到。张秀娟的有67斤黄豆，李牛就当着村民的面数了670文给张秀娟。到陈大治时，他的才52斤，得到520文就跑了，他要赶紧拿去给孙寡妇呀。第一天，李牛收了大概500多斤的黄豆，够做1000多斤豆腐。近段时间就再也不怕没有黄豆了。苏洛数着日子，还有3天就月底了，他马上就可以去和南宫清结这个月的分红，还有卤料包的银子也结一结。这样想着，苏洛的心情都变好了。苏洛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村长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快，去你家田里看看，出大事儿！我们长滨村今年要完了。村长捶着胸口，气都吸不上来。赵如云也走了过来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哎呀，快呀！你们婆媳快去看呐，稻谷长虫了，全是虫卵，村里要完了。村长最关心的就是稻谷的长势。本来听苏洛的话，他把秧苗拔稀了，稻穗长得越来越多，他心里正高兴着呢。可谁知他就4天没有去田里看，今早去看田里的稻穗，叶子就长虫了。不知道是什么虫子，发展得很快，叶子上还全是虫卵。这个虫子不但吃叶子，还把稻穗也咬掉了。如果不及时抢救，今年他们就要颗粒无收了呀！哎呀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现在就去田里看看。好，你们快去，我还要去通知其他人，还要把今天的状况告知县令。苏洛和赵如云带着燕川和易欢一起来到田里。娘，好多虫子！妹妹，别去碰那个虫子。哎呀，真的完了呀！苏洛也没有见过这种虫子，把叶子吃成了网状，叶子上还全是它的虫卵以及幼虫。不止苏洛他们家的田这样，全村的田都这样。只能想办法除虫了，不然稻谷会死掉的。苏洛，你们的田也长虫了吗？是啊，小叔，怕是全村的田都变成了这样。都怪我前2日还来田里，怎么就不注意看呢？小叔，这可能是一种潜伏虫，它在等一个时机，等它大量繁殖了才会进行大规模的破坏。这个怎么办呢？没事的，婆婆，这样的属于天灾，不只是我们田变成这样，整个永乐县乃至整个州都有可能这样，会有人想办法的。我们还有村长，还有县令，还有朝廷呢，他们会有人管的。苏洛这样安慰赵如云，但如果真像他说的这样等别人来管，那一圈下来稻谷早就完了。村长是第一个发现虫子的人，下午的时候就把县令给找来了。大人，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这是大面积的虫灾啊！是个前叶虫啊，100年难遇的虫子，本官只能上报给州里了。江博文痛心不已，他现在不好告诉村民，一旦农作物染上这个虫子，那今年必是颗粒无收啊！他要快些修书上报灾情，好让朝廷拨赈灾银粮下来，不然长平村要乱呢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大人！又怎么了？大人，今早我们派人去各个村子打探，回来都说稻谷被虫子吃了，还有县里也是，整个永乐县全部要完了。师爷说完，将县令整个人都站不稳了。大人小心呐！马店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整个永乐县的稻谷都被虫子给吃了？是啊，大人，现在那些村长全都来了县衙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是出大事了呀！马店长，你快去福满楼通知公子，把情况跟他说明，他可能会有办法。现在只能靠南宫清了，他的消息要快一些，能快速把灾情传到京城。大人，小的这就去，您小心别摔着了。大人，我们这些稻谷要怎么办才好？这可都是我们的命啊！李村长，这样，
你带村民们呢，去地里找艾草，焚烧驱虫，看看有没有效果。但是记住防火安全啊！本官再写折子上报，看看今年能不能免了税收。唉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就连南宫清也坐不住了。他和阿旭两人骑快马来到长平村，已经是中午。田间村民们哭声连连，县令也只能安慰他们道：各位父老乡亲，请你们不要着急，本官回去立马按照我国的除虫之法摆坛祭祀，请求神明。县令大人，你一定要救我们呀！没有粮食我们会死的，我们还不想死。对，我们还不想死。县令大人，你一定要想办法除了害虫啊！张县令，田里的稻谷如何了？公子，稻谷叶子发黄，稻穗竹杆被虫子咬断，怕是没救了。放肆！你作为一县之官，怎么说话呢？带我去田里看看。是，公子请。苏洛从田里回来，就一直在想办法。苏娘子，你要的东西我都带了，你看能用吗？可以用。杜大夫，你这2天留下来帮我，我要制作一种可以杀虫的农药出来。农药，杜修远没听说过。南宁国出现虫灾，几乎都是做法祭祀除虫的，没听说过用药除虫的。好，你让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娘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也要去。我要去田里抓虫子，你不怕吗？我不怕，我也要去捉虫子。娘，我也要陪你去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到了田里，叶子上面有很多虫卵，还有虫子飞在上面。燕川和易欢不知道害虫的可恨，两人用网兜跑来跑去的扑抓着，觉得好玩。田间里全是笑声，这样格格不入的欢笑声很快就吸引了南宫清和县令等人。干什么呢？国难当头，你们还笑得出来？南宫清一下没有控制住火气，朝苏洛娘三吼去。那种上位者的威压瞬间袭来，易欢被吓到，哇的哭了出来，跑到苏洛身后躲着。娘，燕川没有哭，小小的个子还挡在苏洛和易欢面前。你凶什么凶啊？我们在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嫌吃萝卜胆操心。苏洛，你我怎么了？苏娘子，我家公子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哪个意思？还有阿旭你，整天拿着一把剑干什么？想打架？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不，苏娘子，怎么又说到我身上来了？说的就是你。你们这些公子哥不在福满楼躺平，跑这田里要小心掉沟里去。江县令看苏洛和公子好像认识，也不好直接责骂，对着苏洛正色道：这位娘子，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？我们在抓虫子，虫子坏。这虫子哪是靠一个女人和2个孩子抓就能抓完的呀？妇人之见就是妇人之见。公子，他们也是病急乱投医，你就不要与一个妇人生气了，不知道。不可理喻，腰杆这么硬，掉沟里也断不了。苏洛回到瓦窑，就立马开始了他的实验。一个方案不行，苏洛就再想第2个办法。接连4、5次，苏洛都失败了。苏娘子，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先去休息一会儿。不行，我能等，可稻谷不能。你要是累了就先去休息，这儿有我呢。而福满楼里，南宫清把整个房间都点亮。整个房间里堆满了书籍，他坐在书堆里翻阅一本又一本的书籍，眼睛都熬红了。公子，收到消息，今年不止永乐县的稻谷被害虫侵蚀，南宁的整个南方都长了虫。
如果这样一来，就代表着南宁将有一半的百姓颗粒无收，储备的赈灾粮也不够撑到来年秋收。没有粮食，民心一乱，南宁危矣。要是这个时候北凉大军打进来，南宫卿不敢想。阿旭，京城那边怎么样了？公子，京城已经开始起坛了，国师明日就向天祭祀。江县令在做什么？县令和公子一样，在想办法治钱叶虫。我知道了，你也快找找，看看有没有记载怎么消灭钱叶虫的。睁大眼睛对着书看，他好像看到了钱叶虫3个字。啊，公子，虫子，这是个书有虫子。南宫卿立马从书堆中站起来，去抢过阿旭手里的书。公子，这书上怎么说？书上记载，200年前钱叶虫大面积破坏农作物，后用焚烧之法去虫，等冬季大雪来临，钱叶虫就灭绝了。焚烧？那不是也没有粮食了吗？这怎么行啊？如果必须要焚烧才能消灭钱叶虫，为了明年的农桑，最后的办法也只能这样了。这一次的灾难过不了，我南宁怕是要国破家亡。公子，不会的。瓦窑外，苏洛也一夜没睡，把草药熬了又熬，失败了一次又一次，终于在一声爆炸里把所有人惊醒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洛洛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婆婆我没事，你继续睡吧。我不睡。洛洛，你一夜都在捣鼓这些东西，你去睡会儿吧。这里啊，我来收拾。哎，婆婆你别过来，这些都是有毒的农药，你不懂的啊，不要过来碰。苏娘子，我睡过时辰了。不是，我把药水做出来了。在把钱叶虫和虫卵杀死的那一刻，苏洛所有的疲惫皆烟消云散。杜修远望着苏洛，这个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，还是一夜之间就做到的？他到底是拜了个什么样的怪物师傅啊？也太厉害了！婆婆，你去请村长来我们家，就说我研究出了除虫的办法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快去吧。好。把地下收拾干净了，又和杜修远一起熬了一锅新的农药。苏洛就去砍了一根竹子，把竹节处打出无数个小孔，利用针筒原理做个喷壶。再看农药时，已经熬得差不多了。苏洛往里面倒入石灰进去，瞬间冒泡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毒药。苏娘子，这就好了吗？等会儿把药渣处理好，这个可是有毒的。苏洛，我听你婆婆说，你做出了杀虫的药水。村长，等药水一凉，我们就去田里试药。早上喷药有没有效果，下午就能知道。好，我们一会儿一起去。苏洛把农药装进桶里，带上他用竹子做的喷壶到田坝上。田里的其他来看田的村民见这里这么多人，也都过来。听说苏洛在杀虫，都等着看结果。要是有用的话，他们今年就还有粮食收，不然呢就难说了。苏洛用喷壶打药很快，2炷香的时间就差不多了。苏洛去小水沟洗手洗脚，也和他们一起在田坝上等药效，等虫死。1个时辰，有人大喊道：死了，虫子死了！真的死了！你们快看，叶子上的虫卵也变成黄了，肉虫的身体也全色流脓。村长看到虫子死了，但他最担心的还是稻谷。苏洛，这个对稻谷会不会有影响？村长，这个呢是我专门为了除虫研制的，不会对植物和土壤有什么伤害。燕传娘，这个药有效果，你快把制作的方法交给我们，我们家的田不能再等了。是啊，燕传娘，你快说呀。苏洛，你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诸位，不是我不愿意告诉大家，这个药说白了就是杀虫的毒药，你们也看到了。其次，这个药的制作需要大量的药材，这是一笔不小的银子。像我们家的这桶药水做出来，差不多就是1两银子。杜大夫也在这儿，我的药材都是和他拿的。你们如果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问他。杜大夫，是真的吗？这药材这么贵吗？直到杜修远点头确认。这个怎么办啊？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银子啊。杜大夫，
我要是和你买草药，这么多人呢，你可不可以卖给我们便宜一点啊？是啊，杜大夫，你就当救救我们，日行一善啊！老夫那里也没有多少药材，大家只能去商会那里买，那里的价钱老夫也做不了主。苏洛，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村长，你现在去找县令。我昨天在书中看到过这个钱叶虫，只要有一个地方有，附近或者更远的地方也都会有。比起我们，官府可能是更着急。我一会儿呢把这个药方写好给你，你拿去和他们说我们有杀虫的药方，县令会和其他州府官员去想办法，朝廷也会马上把赈灾银拨下来，只有这样灾情才会真正的解除。好，我现在就跑一趟。方子在苏洛研究成功的那刻就写好了，从怀里拿出来给村长。村民们也都开始散了。听他们说是大家一起去村头等村长回来。苏洛看到陈平安也过来这里看他们，而他的田就在苏洛他们家田的旁边。小叔，这个药你要不要先拿去用？好，谢谢你，苏洛。小叔，大家都是亲戚，别说这种话。永乐县里，大人，长平村的村长来报，说他们有杀虫的药方子，人在门外，要求见大人。快叫他进来。是。哎，李村长是你啊？阿旭，县令大人呢？在里面。村长见到县令，刚要行礼。哎呀，免了，快说你有什么药方子杀虫？村长从怀里把苏洛给他的药方子拿给县令，县令看完又拿给了南宫清。公子，你看如何？这个方子是哪儿来的？这个是我们村的人做出来的，而且早上已经在田里试过了，千叶虫和虫卵都死了，稻谷不受药物影响。真的效果这么好？李村长，我问你，这药方子是谁给你的？这是苏洛的自己，难道说这方子是苏洛的？这药方是陈家的二房媳妇儿苏洛研究出来的，今早也是他去自家的田实验的，真能杀虫，不然草民也不敢上报给县令您的。县令大人，这药方有用，可需要买药草才能制作，我们村民没有银子，还请县令大人救救我们。阿旭，把这个方子抄几份，和各个县衙州府发去，动作要快。江县令，你找几个人去商会把需要的药材买回来，银子我来出，能买多少就买多少。是，可是公子，永乐县这么多田地，你把你所有的财产全拿出来，怕是也不够啊。大人，苏娘子在草民来时说过，如果大人出不了这么多的银子，她倒是有一办法。苏洛怎么说的？苏娘子说可以募捐，让南宁国的商人出银子。唉，商人重利，想要从他们身上募捐到钱财难呐。大人，苏娘子说我们做一个功德募捐，如果募捐者的银两越多，等年底祭祀时，便由县令您亲自为他们把功德碑放入祭台，借您的官运向先人禀报众人的功德。这个办法好，为了百姓，本官做这点牺牲又有何妨？唉，没想到想出这个办法的居然是个女子，本官下次见到她，一定要替永乐县的百姓好好的谢谢她。这苏洛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怎么总能想出这些让我闻所未闻的方法？她真的是普通的女子吗？江县令和南宫清的动作很快，未时就把需要的草药备齐了，先让马车拉到长平村，派人到长平村学习熬制农药。苏洛，县令大人把药材都买来了，怎么熬制，我们现在都听你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分工，男人去挑水，有人留下来起火添柴，我来配药。哦，李村长，你带本官和公子去看看你这个药的实验田，看看效果。哎，好，草民这就带您和这位公子去看看。到了苏洛家的田，真的就如村长说的那样，虫子和虫卵都死了。县里面的募捐也开始了，南来北往的商人听到募捐可以让有官运的人祭祀祈福，还能刻上功德碑，这可是机遇啊！
南宫清还让人弄了个排名制，捐钱越多者名字越在前面，利用人性的心理。商户越来越多，捐的银子也都是上百两起步。州府里也开始这样募捐，不出几日，这次害虫危机就能过去了。而苏洛熬着7、8大铁锅药材，直到天快黑了才完成。一夜没睡的他头有点发晕，甩了甩脑袋，苏洛让自己清醒一些，继续熬药。这几锅还不够村民分呢。县里还有事情，江县令就先回去了。南宫清和阿旭站在村口，看着那道忙忙碌碌娇小的身影。苏洛那么小的身子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啊？公子，你干嘛总盯着苏娘子看啊？本公子哪里是在看她，我明明是在看村民，见他们露出了笑容，本公子才放心。哦。南宫清嘴上这样说，可眼中的神情全落在苏洛身上。苏洛忙于熬药，赵如云给他带来的晚饭他都没时间吃，此时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，看人也都是在转圈。杜大夫，我好晕3个字还没说出来，苏洛就晕倒在杜修远的旁边。苏娘子，苏娘子，燕川娘，燕川娘，你没事吧？你醒醒啊！他怎么样了？苏娘子昨晚熬夜研究杀虫药，一直忙到现在，身体疲惫，受不住晕倒了。南宫清二话不说，把苏洛横抱在怀里，就往瓦窑方向跑去。苏洛该好好休息了。他累倒了，好好照顾他。南宫公子，我会的，谢谢你。南宫清望了破败的瓦窑一眼，而后向赵如云告辞。阿旭，今夜就找人把范高僧给我拎到永乐县，让他别游山玩水了。是，公子。苏洛睡得太久，一觉醒来头痛欲裂。娘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再不醒，欢欢就要哭了。川川，欢欢，娘没事儿，娘只是睡了一觉。娘，你别起来，我去叫奶奶和杜大夫。洛洛，你怎么样了？饿不饿？饿。你这孩子，我马上就把粥给你端来。苏娘子，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，我就先回县里。吉安堂还有些事要我去处理一下。因为药材不够，季安堂也被南宫清和县令搜刮，他要回去理一理。你这几日也辛苦了，回去好好休息，等过2日我再教你个新东西。是，那我走了，苏娘子多休息。娘，你以后别这么累了，对身体不好。只要有你们，娘就不累。娘，等我长大，我一定努力让你和奶奶过得好，让你们什么事情都不要做，好好休息。好，娘就等着那一天。哦，对了，婆婆，村里的钱叶虫怎么样？都治好虫灾了吗？好了，都好了。村长带着大家还一起过来看你，只是你还没有醒。不过大家送了好多的黄瓜给我们，吃都吃不完呢。还有李婶儿还送了豆腐过来，张婶儿送了2个鸡蛋。你想吃吗？想吃我去给你做。大家都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现在没什么胃口，吃什么都一样。苏洛掀开被子，想下床走走。洛洛，你躺着吧，别下床了。你要拿什么跟我说，我去帮你拿。婆婆，我睡太久了，要起来走走才好，不然这精神头恢复不过来。这样啊，你是睡得挺久的，都1天1夜了。什么？1天1夜？完了，今天是初几啊？7月初2。初2了，完了完了。婆婆，我昏迷的这段时间，南宫清有没有过来找过我？南宫公子来过了，他还很担心你，说等你醒了再去找他，还叫你不用着急，
先养好身体。算南宫卿还有点良心。出了瓦窑，苏洛出来吹吹风，感觉舒服多了。洛洛，这些都是南宫公子送来的补品，说是感谢你为大家研究出药方。东西太贵重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弄，你过来看看。婆婆，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啊，到时候给你也补补。我就不用了吧。用，我们一起补。在家休息了2天，苏洛才去福满楼找南宫卿。见到苏洛过来，阿旭很识趣的把账本拿到3楼。本公子感受到一股要债的气味。不是要债，是要我该得的那份。公子，你快算吧，苏娘子还等着呢。不急，我们先去吃饭，吃完饭再算账。不是公子，吃饭还早呢。是啊，现在吃饭还早，没有银子我吃不下饭。好吧，等算完了账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南宫卿说完就翻开账本。苏洛是半个月前才加入福满楼，按半个月的收入算，苏洛只分到了900两银子，加上后面又送了100包卤料包过来还没有结算，那就是1200两银子。阿旭只有1成的分成，是300多两。苏洛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。说吧。就是你的农药方子官府收录了，因为它是有毒的，所以民间不让流通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农民若是需要的话，可以叫村长来官复令，免费的。这药方药性太猛，官府保管也是为了安全起见，不然被有心之人拿来乱用，或者给他人用的话，就很危险。既然药方是被官府收录了，但是我研究它的时候，从建安堂拿了好多草药过来，杜大夫分文不取，他那里的草药的费用，是不是也该官府赔偿？当然，江县令已经把你的功劳写到折子交上去，顺利的话，你应该会得到赏赐。借你吉言。现在能去吃饭了吗？能，正好我也饿了。没分银子的时候不说饿，现在就说饿了。福满楼的2楼包厢，进来时就看到一位中年男子，见到南宫卿立马起身相迎。公子，坐吧。这位是南宁最好的建筑师范高岑，范大师。范高岑，这位是苏洛，苏娘子。这次把你请来，就是为了给他建房子的。范高岑看着南宫卿，他哪里是被请来的，明明就是被掳来的。你好，范大师，久仰大名。你就是苏娘子，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房子？建房的事我不太懂，不过大师可以先去看看我的地基，我们再一起讨论。也好。福满楼后门，陈大志已经跟踪李牛好多天了，发现他每天都拉着一车什么东西来福满楼的后门，他就好奇打听了一下，才发现李牛是拿什么豆腐来卖的。用了10文钱，才和福满楼的一个小二问出来。豆腐，李牛在村里收黄豆，那这个豆腐就一定是黄豆做出来的。这么赚钱的东西，全村人都不知道，就李牛做出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呀？陈大志回去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罗梅，两人简单计划下就想去偷李牛的豆腐方子。两人偷偷跑到李牛家里，翻半天也没有找到做豆腐的方法。这2天他又发现李牛是凌晨天还没亮就起来忙活了，他一定是起来做豆腐的。他和罗梅看来要半夜偷偷去看了。陈大志，怎么样了？发现李牛是怎么做豆腐的了吗？没呢，他刚刚又去福满楼卖豆腐去了。我看他是笑着出来的，还买了肉回来，应该卖了不少银子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这都多少天了还没弄明白？你别光说我呀，你还不是没看到，怪我有什么用啊？陈大志最不喜欢的就是罗梅这副只会骂娘的嘴脸，
不如他的孙小小温柔可人。爹娘，你们别吵了，有时间在这儿吵，不如多去李牛家转呢。万一就听到了有用的东西，不是比你们在这儿埋怨好吗？真是的。喜鹊说的有理，陈大志你还不走？李牛回到家里，李婶儿已经把第二天要做的豆腐用的豆子泡在桶里了。媳妇儿，你怎又去挖野菜啊？我们家现在又不是吃不起菜，就那个黄瓜都比你这个十叶草好吃。我喜欢吃，你不用管。媳妇儿，今天我来给你做好吃的，今天吃豆腐炒肉。好。对了，老李，今天我们留了很多豆腐，你一会儿拿2斤，去瓦窑给燕川娘他们吃。我一会儿就去。陈大志和罗梅徘徊在李牛家外面，他们刚才听到了什么？这个李如凡和李牛说什么？要把豆腐送给苏洛那贱人吃。豆腐那么金贵的东西，说送就送。他们李家什么时候和苏洛关系这么好了？陈大志，你刚才听到了吗？他们在说苏洛。我听到了，你能不能别那么粗鲁啊？我再怎么粗鲁，也是你孩子的娘，不像有些寡妇，只会骗男人的银子。李婶把豆腐用菜叶子包好，拿给李牛。老李，你拿好了，给燕川娘的时候，你可千万不能和人家要银子。这豆腐还是人家教我们做的，听到了没？知道了，媳妇儿，我又不傻。快去快回。李牛要出来，陈大志拉着罗梅就往回跑，一路跑回他们的老房子。爹娘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打听到了吗？陈大志一拳打在桌子上，满脸的愤怒。爹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么生气干嘛？苏洛那个贱人白眼狼，我陈家白养他几年了。哼，老二死得早，长兄如父，我这个当大哥的该好好教教二房规矩了，要不然我们陈家的家法就乱套了。什么意思？爹娘，苏洛那个贱奴又怎么了？我和你爹辛苦这么多天，夜夜不睡的去偷看李牛做豆腐，没想到这个豆腐居然是苏洛教李牛和李如凡做的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什么？豆腐居然是苏洛教他们做的？爹娘，这可是我们陈家的东西啊，必须叫苏洛吐出来才行。喜鹊，你去把你小叔叫到我们家，苏洛不懂事儿，自然由我们去教他，本家的东西就要交给本家，这事儿带上你小叔一起去，赵如云就不敢说什么了。我这就去。陈平安不知大哥为什么这么气急，都到地里去把他和媳妇儿叫了回来。大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这么生气干嘛？老三，我们家出大事儿了。苏洛把我们家的祖传秘方拿去给了别人，现在李牛每日靠着我们的秘方一天赚2两银子呢。2两啊，什么概念？大哥，我们家有祖传的秘方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老人家不懂，但最近李牛家做的那个豆腐，这个方子绝对是从我们陈家流出去的。大哥可以对天发誓，如果不是我陈家的东西，孟青就一辈子娶不到媳妇儿，我陈大志一脉就此绝后。呸呸呸！陈大志，你怎么能拿我儿子发这个毒誓？你怎么不说你去死？大哥，也不用发这么重的誓。我也是听说李牛最近挣了点银子，但和我们家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吧。就算是我们家的秘方，那为什么会落在李牛的手里？老三，家里的事你知道的少，那豆腐方子的确是我们家的，当初被老爷子藏起来，没想到被苏洛找到了，还给了一个外人。今天我们两兄弟必须把属于我们老陈家的东西给拿回来。大哥大嫂，也不知道这消息你们是从哪里听来的。当初分家的时候，二嫂和苏洛可什么都没有带走，大嫂不是还搜了他们的身吗？
况且苏洛那时还是个脑子不清楚的，哪里会记得陈家的祖传配方？老三媳妇啊，这是陈家的事情，老三还没说什么呢，你插什么嘴？大哥大嫂，我媳妇说的对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家里有什么祖传的秘方。就算是苏洛教过李牛什么东西，那也是苏洛的自由。你们想找苏洛，你们就自己去，这事儿我不掺和。老三，你还是不是陈家的人了？自己家的事儿都不管了吗？大哥，别的事儿可以，但欺负二嫂的事，我们三房不做。见陈平安一家都走后，陈喜鹊才从房间出来。他刚才在里面可是一直听外面的动静呢。爹娘，小叔不愿和我们一起去逼苏洛，我们家就自己去。喜鹊说的对，我们三个还收拾不了他们2个女人吗？孟青娘，带上家法，现在就去找他们。苏洛和南宫清吃完饭过后，阿旭就驾着马车带苏洛和范高岑一起回长平村。两人说着话，马车很快就来到了长平村村口。苏洛带着范高岑和阿旭一起去看他买的地基。范大师，请。差不多才6亩，有点小啊。苏洛扬起眉毛，会心一笑。这个范大师有点东西啊，就这么走一圈就能看出这个院子有6亩了。范大师，门外的那2块旱地我也打算是用来建房，你看如何？加上这2块地的面积，才配得上我的技艺。燕川娘，燕川娘，哎呀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刚才看见陈大志一家拿着棍子往瓦窑那里去了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你快回去看看呀！什么？苏洛顿时大惊，顾不得别的，就往村尾跑去。进到瓦窑时，就看到赵如云和易欢跪在地上，陈大志手拿竹条坐在他们面前，陈喜却用力地扯着燕川的耳朵威胁：贱种，你跪不跪？我不跪。燕川，住手！苏洛，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！也敢打我儿子，我打你又何妨呢？苏洛一脚踢在陈喜鹊的肚子上，他直接摔飞在柴垛上。苏洛仿佛失去了理智，又在陈喜鹊身上打了几棍。喜鹊！陈大志和罗梅瞬间跑过来，罗梅拉着苏洛的头发，陈大志抢过苏洛手里的棍子，还在苏洛脸上打了一巴掌。洛洛，别动啊！就2个字儿，赵如云就不敢起了。洛洛，娘，苏洛，你疯够了没有？老子今天不是来打架的。陈大志和罗梅一手抓着苏洛的一边手，按着苏洛的肩膀，如犯人一般。苏洛，你最好别动，不然我打死你婆婆和孩子。别动他们。我们也不想这样，可是叫你一会儿来就动手打喜鹊的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们只要做豆腐的方子，陈家的东西怎么能让外人拿去啊？哼，原来你们是得了红眼病。我告诉你们，想从我这儿知道豆腐的做法，你们做梦吧。陈大志又把那竹条亮给赵如云看。每次赵如云见到这根竹条，就好像特别的害怕，惊恐的难以呼吸。哼，二弟妹，你儿媳妇不听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洛洛，对不起。洛洛，你就把你知道的告诉他们吧。我对不起你，算我求你了。赵如云直接大哭了起来，眼里如死寂一般。他给赵如云买的那根银簪，此时也戴在了罗梅的头上。婆婆，你傻呀你！娘，他们说那个竹条代表太老爷，要是我们不听话，就把爷爷的墓挖出来，还要把我们除出族谱。你们敢！哼，
我们有什么不敢的？长兄如父，你们就该听我的，不然就滚出陈家家谱。这是你们自找的。苏洛眸光暗沉，就连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在翻滚着怒意，用意识准备从空间拿出他的武器。东西还没到手，一道剑光就从苏洛眼前而过。陈大志为了躲避那剑，放开了苏洛的手。苏娘子，别杀人！阿旭把陈大志击退几步，一个飞身，用剑弹开了陈喜鹊手里的砍柴刀，把赵如云和2个孩子救了出来，拉到一边。苏洛右手得到空隙，空间里匕首出现在手里，转身就在罗梅的手臂上开了一刀。啊！杀人了！罗梅捂痛大喊。苏洛刚才是动了杀心，可阿旭说的对，在村子里杀人不是那么好解决的。苏洛，你还找了帮手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手里的是陈家的界鞭，你再动，老祖宗都不会放过你。既然是界鞭，那我也会好好利用它的。说着，苏洛身影飞快，陈大志手里的竹条什么时候被抢到苏洛手里，他都不知道。苏洛，我是你的长辈，你敢打我？我手里呢是陈老爷子的竹条，我是在替你爹打你。爹，苏洛，你不要打我爹！陈大志被苏洛打到都起不来，蜷缩在地上，甩了甩手里的竹条，朝陈喜鹊走来。苏洛，你不要过来，不要打我！苏洛，你要是敢弄喜鹊，我就跟你玩命！我说过，我们家和你们再无关系，再来瓦窑闹事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阿旭收剑入鞘，这2个人苏洛自己收拾绰绰有余。苏洛手里的竹条像活了一般，轮流打在陈喜鹊和罗梅的身上，整个瓦窑哀声连连。苏娘子，再打下去就死人了。苏洛收了手，当着陈大志的面把这根竹条用匕首给他砍成了4、5节。从今天开始，什么代表陈老爷的竹条已经不在了，你们一家子敢来我家入室伤人，那咱们就去官府那儿说理。我们这是家事，官府也管不了。陈大志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分家了，还有分家文书。苏洛，你太过分了。阿旭，帮我看着我婆婆和孩子，我去县衙一趟。好，你拿上这个，县衙里的人不敢为难你。苏洛把易欢脸上的灰和泪水擦擦，易欢和燕川躲进苏洛的怀里。娘，欢欢别怕，娘会保护你的。川川，你是家里的唯一的男子，你要照顾好奶奶和妹妹。我会的，我会的。洛洛，婆婆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关起门来再说，照顾好燕川和易欢，别再让我失望了。阿旭把马车驾到村尾，苏洛自己一个人去县衙报官。带头的捕快是于飞鹏，苏洛是救过他的，苏洛的事情他以最快的速度去办了。10多位官兵拉着露天马车进村，长平村哪里见过这阵仗啊，纷纷传开。完了完了，官兵是朝村尾去，该不会是去抓陈大志一家的吧？张氏，陈大志家不在村尾啊。哎呀，我今天看到陈大志一家拿着家伙去找赵如云他们了，估计是又去伤害赵如云一家。如今苏洛好了，看来是去报官出大事了。还有几个好奇的都追来了村尾，果然和张氏说的一样，陈大志一家被戴上了铐链。县衙里，陈大志3人跪在地上，县令让师爷给苏洛一家赐座。大人，罪状民妇已写好，请您过目。江县令看上面条例清楚，虽然不是什么大罪，但也是犯了南宁国的法律。陈大志，罪名1，带领妻女无故多次进入他人房屋，造成他人财产损失，是也不是？大人，
草民是去找二弟妹，我们是亲戚，走动很正常啊，而且我们没有破坏他们的财物啊。大人，没有邀请者就是无故入室，他们今天把我婆婆堆的柴垛弄倒了，我要是请人来重新堆上去，那也是要花银子的。还有我家的砍柴刀也砸成了2截，这也是财物之一。罗梅多次来我家弄坏东西，整个长平村和村长都可以作证。大人，本朝律法威严，难道就因为财物价格低就不接受律法的保护了吗？陈大志，这罪你可认？大人，曹民不认。大人，此罪为真，不信可以去问阿旭。阿旭点头，示意县令是真的。大人，他们是一伙的。大胆！陈大志，你要不认，等本官查出来，你们的罪可就不只是这些了。大人，我认，我们都认。好，罪名2，故意伤害罪，是与不是？苏洛让赵如云带着燕川和易欢过来，把伤给县令看清楚。大人，我婆婆的伤你也看到了，还有我儿子耳朵都紫了，女儿的膝盖也磨出伤来，这些都是铁证。苏洛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我们的伤比你们不知道要重多少倍。是啊，大人，这个罪草民不认，草民妻女皆被苏洛打成重伤，是他故意伤害才对啊！大人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大人，我是在自己家里正当防卫，若是我不防卫，家人可能就要被陈大志一家打死。情理之中，纵然是有防卫过当，那也是合情合理的。陈大志，你们在苏娘子家打人，可是真啊？我苏洛走到罗梅身旁，把他头上那根银簪拔了出来。大人，这根银簪是我买给我婆婆的，如今却戴在了罗梅的头上，这与那入室抢劫的山匪有何区别？大人，冤枉啊！你们还有何罪何冤呢？按下手印，本官会按照本朝律法对你们依法处置。不能按手印，不能按手印！这个声音是从公堂外传来的，苏洛看过去，竟然是陈平安和陈梦清。何人在此喧哗？师爷问着门口的2人。大人，我是陈大志的儿子陈梦清，我有话要说。苏娘子，你看。大人，让他们进来吧。陈梦清进来，朝县令行了一个礼，而后看向苏洛。弟妹，我知我爹娘对不住你，但我想求你，能不能不要送他们进去？他们全身是伤，进去是会死的。哥，你救我，我不想去坐牢。二婶婶，我爹娘和妹妹要是进去了，对你们的名声也不好，要不此事就此作罢，反正他们也受到惩罚了。梦清，此事婶婶听洛洛的。苏洛，你打也打了，且出了，要不就不要告大哥了吧。他们进去要是死了，你也是要被人诟病的。县令大人，该怎么罚还是怎么罚，但如果不送牢里，那按照律法，怎样才能抵得过他们犯的罪？苏洛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恶毒？你爹娘来我家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恶毒吗？你那时候怎么不说呢？你那时候又在哪儿？你现在在我这儿装什么圣人？大人，请为民妇做主，公平处理这件事情。不想坐牢，那就赔苏娘子家的损失，就罚你们10两银子。陈大志一家伤人在先，男的打15大板，女的1人10大板。大人，不能打呀，这样会打死人的。苏洛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找你的麻烦了。苏洛退到一边，对于这一切冷眼旁观。他可不是赵如云，会对这些人心软。来人，行刑！陈大志、罗梅3人被拉了出去。陈梦清是吧？
把10两银子赔给苏娘子，你就可以带着你爹娘回去了。陈梦清握着拳头，好久才从怀里掏出10两银子给苏洛。这是他藏了好久的私房钱，就连他娘都不知道，今天却要赔给苏洛。苏洛接过银子，陈梦清，我再说一遍，你我2家既已分家，今日一过我们就再无关系。再让我知道你们还想在我这儿打主意，那可不是像今天这样。苏洛带着赵如云和2个小的去济安堂上了药才回去。阿旭驾着马车回到村口，村头的院子，苏洛下车去看范高岑。范大师，刚才我有点事情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了。无事，正好我把你这个地基给规划规划。现在我想我知道怎么给你设计这院子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范大师辛苦了。苏娘子，等明日我把图纸画好了再拿给你看，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再改。好。陈梦清好不容易包了辆牛车，把陈大志他们送回家，买了点草药熬给几人分了喝。爹娘，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不要去找二婶婶他们的麻烦，你们不听，这次踢到铁板了吧？我哪知道苏洛这么狠呢？他以前就是个不能自理的疯子。梦清啊，幸好娘还有你，不然娘就要死了。爹娘，你们就长点记性，以后别去惹苏洛了。这次回家我就好好照顾你们。你说什么？要留下来照顾我们？那你那个活计不用做了。我那东家说我得罪了大人物，不让我干了。什么？儿子1个月可是有500文工钱的呀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今天去找苏洛麻烦，梦清才丢了活计？苏洛好像认识好几个公子哥呢。罗梅心里那是越想越气，心里堵得直接晕了过去。回到瓦窑，苏洛自己忙着起火做饭。洛洛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。洛洛，对不起，我……婆婆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是对不起你自己。别人让你跪你就跪，我们生来不是让人欺负的，我们要有骨气。或许苏洛说的对，被根竹条打了一辈子，只有坚强起来才能护住身边的人。洛洛，我……好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我去做饭。娘，其实奶奶有自己的苦衷，她只是不想让爷爷和爹爹的身后没有人，不舍得爷爷死后还要被人侮辱。哥哥说的是，娘，你就不要生奶奶的气了。欢欢的伤口一点都不疼，奶奶爱欢欢。娘，奶奶其实尽全力在保护我和妹妹了，你就不要生她的气了。好，娘不生气了。苏洛半个时辰才把饭做好，让2个小的去洗手吃饭。他进到瓦窑里来叫赵如云。婆婆，吃饭了。啊，我这就来。婆婆，我刚才语气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洛洛，我没事。婆婆，我们明天就去找村长，把我们家的族谱从陈家分出来吧。以后我们祠堂香火鼎盛，公公就是我族之元老，再不受陈家之气。这样不好吧？我怕老二会怪我。婆婆，如果公公在天有灵，看到陈大志他们一直在拿着他的灵位来威胁你，这才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吧？你妥协了一次就要怀旭的命，你还不清醒吗？我们和陈大志一家经过这次已经是彻底结仇了，要是还不分出来，让公公在陈家的祠堂里，他们会怎么对公公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洛洛，与其被逐出族谱，倒不如我们自己分出来。这事儿我听你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吃饭吧。第二天一早，苏洛给赵如云脖子的伤口换药，李婶儿就急慌慌地过来。
苏洛，你们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对不起啊，苏洛，我听说陈大志他们一家是为了豆腐方子才对你们大打出手的，这都怪我和老李。我们没有在外面说是你教我们做豆腐的，只是偶尔在家里说，也不知道怎么就被陈大志和罗梅给听了去，这事都怪我。李婶，这事全村人早晚都会知道的。陈大志欺软怕硬，这次他们吃了大亏，今后也不敢再对我们怎么样。洛洛，和陈大志结仇，那你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打算去找村长，带着我们去陈大志家，把我们从族谱分出来，另起炉灶。好，我陪着你们一起去，这样我也放心一点儿。赵如云和陈大志的事儿全村都知道，村长也不说什么，就跟着苏洛他们也找陈大志。没有县令在的地方，罗梅又恢复了他那恶毒的嘴脸，骂骂咧咧的。听村长和苏洛说完来意，二话不说就拿来了族谱。孟青，别让他们分出去，要分就1人5两银子，不然我是不会让你弟按手印的。娘，你够了！你和二叔家的、小叔家的拉扯这么多年，你不累我都累了。当着村长的面，陈梦清把族谱上他们一家的名字都划掉，写上自愿分出族谱，还替陈大志签了字儿。赵如云亲自去祠堂把陈家老二的牌位请出来，抱着牌位回到瓦窑。下午，范高岑带着图纸来找苏洛。苏娘子，你快出来看，你的院子我设计好了，我还加了一点新元素进去，这绝对是我这么多年的又一绝佳之作。范大师，先坐下吧。看着手中的设计图，房子的设计类于宫廷风。范大师，我觉得你这个设计很好，我很满意的。不过我家不只是我一个，还得让我婆婆同意才行。那是当然，如果有什么意见，最好在动工前决定。苏洛让易欢去瓦窑里把赵如云叫出来。婆婆，这是我们新院子的图纸，你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。洛洛，我一个妇道人家看不懂这些。苏娘子，在京城，家中主人住正院，东院给家里的男孩，女子住西院，因此我还特意在西院设计了一座绣楼。洛洛呀，我没有什么意见，但我想在院子里留一个种菜的地方，我就喜欢弄些菜之类的。哈，这个问题不大，我在西院留一个位置出来就行。范大师，建这个院子的预算是多少啊？这个预算也要苏娘子的意见，就比如你现在的旧院子要推掉，也需要人，还有房子的建筑全交给我来做的话，包括后期的花草，还有假山以及人工费用、伙食费用，最少也要上1000两左右。范大师，推房子的人我自己请，你们的伙食我也包了，材料交给你采买，还有专业的瓦工师傅。苏洛好好算了一下，如果请村里的人来帮忙，还有包括伙食费，自己还能省下1000两银子。可以，不过苏娘子推旧院子要尽快，材料和专业的人不出5日，我就能陆续给你拉来。两人商量了一下，房子推掉后，地基要在范高岑的带领下修，还有材料的费用，1个时辰，两人才定了下来。苏洛先给范高岑800两银票买石头和青砖，木头也先买一些，人工做的话也没有那么快。苏娘子，我写个收据给你，这些事情等回县里我就给你张罗。送走了范高岑，苏洛叫来燕川。川川，你现在去找小爷爷来我们家，就说娘找他有事儿。哦。婆婆，我呢想要找几个妇人来给工人做饭，你看我们村谁合适啊？你小婶就不错，还有张氏也为人勤快，陈燕再加上我也可以做饭的，4个人够不够？够了，你跑一趟跟他们说，1天做3顿饭，包吃，15文钱1天。如果他们都愿意的话，那明早就开始来做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婆婆，
你到村长家叫陈婶时，把村长也请到瓦窑来。我知道了。苏洛在想，推房子要用多少人才能在5天之内推完？娘，小爷爷来了。苏洛，你找我有事？小叔，我们一家要建房子了，就是想要请你来帮个忙。这有什么？你们有事情叫一声就行，我能帮的都会帮的。不一会儿，村长也到了瓦窑，苏洛把请他们帮忙的事情都说了。小叔，我呢想在村里找30个壮汉，明日就要开始动工，把村头的老房子给推了，就想请你帮我看看，请谁合适，要老实能干的。当然，我呢会付给他们工钱，按天算，1天30文，包吃，1月1结。还能有工钱？1天30文，1个月就有900文钱，这可是比在县里当账房先生的工钱还要多啊！这么高的工钱，村里人一定会抢着做的。苏洛，你放心。陈平安心里雀跃。那个苏洛，我能去做吗？算我一个。小叔，把你叫来当然是要请你啦，不但是要请你，小沈我也想请他来给你们做饭，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？愿意，芳芳的愿意的。那就好，还请小叔今晚上就替我跑一趟，找30个人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找人，商量好明天就开始干活。辛苦小叔了。苏洛，那你叫我是要帮你做什么？村长，我想要用村里的锅碗瓢盆，这事需要你出面才好。还有就是我想要请你当监工，记录一下村民干活的天数，1个月1两银子，村长可愿帮我？锅碗瓢盆本来就是全村共同的东西，你拿去用也没什么，这个监工也没问题。那好，有村长你发话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开始去准备。赵如云回来，兴冲冲地告诉苏洛：洛洛，村里几位婶婶都同意了，现在已经去村里草屋，把锅碗瓢盆挑到河边去洗，准备好了，明天就开工。这么快？是啊，我告诉他们1天3顿饭，包吃，还有15文钱，他们想都不想就答应了。我不和你说了，我也要去和他们一起洗碗去。燕川娘，你过来了。我刚才还听人说你要请人建房子了。是，所以找你们订豆腐。李婶，最近一段时间你感觉身体怎么样了？燕川娘，这都20天过去了，我这2日感觉都没什么力气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也不确定。你也别急，等过些天再看看。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，那就去县里去找大夫看看。对了，燕川娘，你刚才说来找我们订豆腐的，你不用订，要多少我送你。你们送我的家里都吃不完，我是想订给来帮我建房子的人吃的。这样啊，那你去跟我家老李说说。李婶儿把苏洛请进屋。老李，你进屋来一下，燕川娘找你有事儿。燕川娘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。李大叔，我本来呢是想和你们订豆腐的，每天10斤，当然我也会按照福满楼的价格和你算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燕川娘，你要豆腐不是太大的问题，我和你李婶每日多磨一点豆子的事儿，但你说的和福满楼一个价钱，这我不同意。苏洛第一反应是李大叔嫌弃自己给的少。燕川娘，我把豆腐卖给你，1斤10文，我把豆子的钱收回来，不多要你的。李大叔，我也不能让你亏啊，你想帮我我都知道。这样吧，30文1斤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我就不定了。最后李婶和李大叔说不过苏洛，就1斤30文给苏洛了。临走时，苏洛又对李牛道：李大叔，明天你去县里送豆腐的时候，你等我一起，我也要去。好，那你早一点，